娘，威远侯府下聘的人来了。奴婢偷摸着去瞧了，整整100台的聘礼铺满了整个前院。宁妍希看着熟悉的闺房布置，眼底充斥着震惊与茫然。他不是死了吗？他不是重生回到了大婚那日，还再次亲眼见证了宋清安和宁妍月那对奸夫淫妇的活春宫现场吗？安郎，你轻点儿。小妖精，你可真难伺候。可是现在，这又是怎么回事？姑娘，你去哪儿？哎呦，希儿，你这是怎的了？怎的哭了？可是受了什么委屈了？没有，没有受欺负，就是没见说宋家来下聘了，想着婚期临近，女儿不舍姨娘，一时便没忍住。傻孩子，姨娘也舍不得你，可姑娘家大了，总是要嫁人的。那宋清安虽是个庶子，可为人品性都是京中人人夸赞的。有威远侯府帮衬，他日后仕途必定通顺。你嫁与他做正妻，将来侯府分了家，你就是堂堂正正的正室夫人。姨娘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能给你个正经的嫡出身份，害你和弟弟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不委屈的，女儿不委屈的。姨娘待女儿这般好，旁的那些不过是姊妹间争些个衣裳首饰饰什么的，算不得委屈。宁妍希狠狠掐了自己的大腿一下，那清楚的痛感让她再次确定，眼前一切不再是黄粱一梦，她是真的回来了。宋清安、宁妍月、张氏，这一世我必要你们血债血偿。今儿个你怎的不叫我起床？老夫人那儿虽说是落雪免了早请安，可去不去的还是我们做小辈的态度。老夫人本就不喜姨娘和我，没必要在这种事儿上再落人口舌。今日就算了，明日还是得记得叫我起床去请安。是姑娘，奴婢醒得了。姑娘，老夫人身边的夏月姑娘来传话，说是让您过去一趟。知道了。梅见，你随我去寿安堂。梅霜，你留下把我妆帘匣子里这些首饰都归类整理一下。好的，姑娘。老夫人，您说三姑娘能同意吗？由不得她不同意。可三姑娘这毕竟是太后娘娘赐的婚，若不是太后赐婚，凭她庶出的身份，能嫁去威远侯府，如今又不是让她做妾，她嫡姐也不是要跟她同一日入门。况且平妻也就是个名头好听，说到底也还是个妾，她嫡姐怎么说也低了她一头，她有什么可不愿意的？可两位姐儿共侍一夫，传出去总不是那么好听的。哎，我有什么法子？大姐儿那个死丫头铁了心的要嫁宋清安，叫我说，那宋清安再好也是个庶子，远不如他弟兄宋清燕，好歹有个世袭的爵位在身上。就算是有个庶长子又如何？只要大姐儿肚子争气，能诞下嫡子，往后啊，威远侯府的家业不全在大姐儿手上。大夫人想必也是有所考量，听说如今的威远侯可不像老侯爷那般正派，是个宠妾灭妻的主儿，外头都传，等宋世子一命呜呼，那爵位早晚得落在咱们三姑爷手上。哎，罢了，儿女都是债，随他们折腾去吧。姑娘，既舍不得他外祖家的万贯家财，又想着靠张氏让父亲平步青云，仕途通达，真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既当了婊子，又替自己立了道贞节牌坊。老奴见过三姑娘，三姑娘来了怎的不进屋啊？这外头天寒地冻的，可别冻坏了。徐嬷嬷客气了，我这也是刚到，
正准备进屋去给祖母请安呢。三姑娘快进屋暖暖，老夫人今儿个让小厨房特意炖了三姑娘爱吃的银耳雪燕羹，老奴这就去给三姑娘端来。有劳许嬷嬷了。这本就是老奴分内的事儿，三姑娘这般言语可真是折煞老奴了。孙女儿给祖母请安，今儿个孙女儿睡过了头，没能来给祖母早请安，还请祖母原谅则个。知道你是最乖巧孝顺的，快起来坐吧。谢祖母。三姑娘快尝尝，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味道？还是祖母这的厨子好，炖出来的银耳雪燕羹不甜不腻，刚刚好。几个姐儿里呀，就属这丫头嘴最刁。咱们府上的几位姐儿都是金尊玉贵的主儿，嘴刁才正常。三丫头，对于嫁去威远侯府这件事儿，你可有什么看法？回祖母，待孙女嫁去威远侯府，一定会安分守己，争取早日为夫君延绵子嗣，定然不会行妻妾争风吃醋之事，为我们府上抹黑。你这么想就对了。高门大户的正妻更应有容人的雅量，替夫君纳妾，开枝散叶，亦是其本分。是，祖母说的是，孙女受教了。祖母知你乖顺，今儿个叫你来呀，实则是想提点你两句，给你出个主意。祖母请说，孙女洗耳恭听。士农工商，你姨娘娘家商贾的身份，说到底总归是有些上不得台面的。如今虽然说有着太后娘娘赐婚，可威远侯府二房姨娘有着宋清安这么个争气的儿子，势必对你的出身有所嫌弃。不管你的陪嫁有多丰厚，但在仕途上，你这个正妻对于宋清安可谓是一点儿都帮衬不上。威远侯府如今的世子身子一直不好，外头都说他活不过25岁。他虽有个儿子，如今上了族谱，也只算是个庶出，而且那孩子年纪还小，将5岁，即便3年后也才8岁。威远侯府的世子之位是无论如何都落不到他头上的。可威远侯府庶出的子嗣也不光他宋清安一个，还有他们府上3房的宋清绪。若是宋清安想承袭威远侯府的世子之位，还得需要个能帮得上他的岳家。你父亲你也知道，也是靠着咱们府上的余荫和你嫡母张家那边的帮衬，才做到了如今理事左侍郎的位置上。所以祖母和你父亲商量，想着等你过门以后，隔上个小半年，以你无所出为由，让你嫡姐以平妻的身份嫁过去，帮衬你。祖母的意思是让孙女儿和大姐姐共侍一夫？怎的，你不愿意？不是的，孙女儿没有不愿意，只是什么？只是孙女儿觉得这般实在是委屈了大姐姐。大姐姐到底是嫡出，可平妻终究只是名头好听，说到底跟妾也没什么不同。孙女儿是担心大姐姐不愿意。你放心，这是祖母和你父亲的意思，由不得他不愿意。三丫头，你一向乖顺懂事，性子也柔，可做当家主母，你这性子少不了要吃亏的。你大姐姐正好性子要强，与你能互补。侯府啊，不比家里，高门大户的后院也多的是阴私事。祖母和你父亲这般打算，也着实是为你着想。你要知道，娘家人才是你真正的依靠。只有咱们伯府好了，你在侯府啊，才能站稳脚跟呢。
祖母说的孙女都明白的。好丫头，祖母啊就知道你最乖。这几日雪大，你的孝心啊，祖母心里头有数，也不用啊日日冒着风雪早起过来请安。年后啊你就要出嫁了，闺阁里的闲适日子也过不了多久了。近来啊若是闲得无聊，可以多出府去逛逛，置办些首饰新衣什么的。说着，老夫人朝一旁的徐嬷嬷伸出手，徐嬷嬷也适时地递上了一个小木匣。宁妍希接过匣子也没看，只笑着谢了老夫人一句，又陪着闲聊了会儿，才告辞出了安寿堂。姑娘，咱们这是要去哪？牙行？姑娘去牙行做什么？没双手脚不干净的事儿，你知道吧？姑娘，奴婢是打算告诉您的，只是若贼拿赃，奴婢没有证据，怕您不信奴婢，以为奴婢是跟梅霜争宠，所以一直不知如何开口。我知道，没怪你，是我平日里对梅霜多纵容了些。可是没见你也知道，我和姨娘都不得父亲宠爱，与威远侯府的这桩婚事，若不是我侥幸救了长乐郡主，得了太后赐婚，怎么也是轮不到我头上的。姑娘，其实奴婢方才就想说，您为何答应老夫人让大姑娘也嫁去威远侯府？以大姑娘的性子，只怕将来会容不下您。我何时答应了？不过我答不答应的也不重要，老夫人和父亲的决定也由不得我不答应。梅见，我接下来的话你听好了，也记好了，但万不可再与第三个人说，你可明白？姑娘放心，您不让奴婢说的话，打死奴婢都不会向旁人透露半个字的。我是想着要嫁去威远侯府，但不打算再嫁给宋清安。既然大姐姐喜欢，那便由着她去嫁好了。亲姊妹共侍一夫，老夫人和父亲不嫌丢脸，我还嫌恶心。所以我想了个法子，兴许有可能换了这门亲事。不过到底能不能成，还是未知数，我便暂时也不与你多说了。梅霜手脚不干净，来日说不得便会因为小恩小惠的被逐。她这样的丫鬟，我自是不敢再留了。所以今日去牙行，我是想去挑个丫鬟，最好是会武的。来日若亲事能成，有个懂武的丫鬟在身边，你我的人身安全也能多一重保障。奴婢知道了，可梅霜的身契在大夫人那里，姑娘怕是不好直接动手处置她。这不急，我自有法子，你附耳过来，到时候。这厢宁妍希却是遇到了点小麻烦，他的马车和人撞了，偏还是他这边的责任。姑娘，对方马车的车辕坏了，马车走不了了，他们说赶时间，不要咱们赔银子，要咱们的马车。那怎么行？马车给了他们，一会儿咱们姑娘如何回府？奴才也是这么说的，说咱们马车上的是女眷，不方便，但是对面不管。实在抱歉，冲撞了你们的马车，只是我一女子没有马车回府实在不便，不如这般可好，你们马车的损失我照价赔偿，也让我家车夫先送你们去你们要去的地方。爷，对面是永平伯府的三姑娘。哦，她就是太后赐婚给宋清安的那个？正是。季风啊，你说爷为那个小姑娘是不是不好？爷您高兴就好。别以为爷不知道你心里在非议爷。罢了，你回去再赶辆马车来吧。要为难也得等她真嫁进了侯府，才更名正言顺，不是？季风听着外头呼啸的北风，心想：爷，您为难吧，可劲儿为难。外头好冷的，属下不想骑马吹冷风。还不去？是，属下这就去。宁三姑娘，我们爷说了，今日之事便算了。话落，季风也不待宁妍希回话，直接一打马，嘚嘚嘚的跑走了。遥遥朝宋清燕的马车扶了一礼，道了声谢，便返回到了自己的马车上。两辆马车交错而过间，凛冽的北风荡起马车窗帘，一刹那，宁妍希和宋清燕四目相对了个正着，惊鸿一瞥，
从此不知谁的芳华乱了浮生。母亲如何了？我办事你们还不放心？孙女就知道祖母最厉害，也最疼孙女，定是会叫孙女如愿的。你这个坏丫头啊，也就老婆子我事情办成了，你才嘴这般甜，否则啊，指不定心里头怎么数落我这个老婆子呢。哎呀，这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呢！孙女对祖母一片敬爱之心，传然发自肺腑。祖母这般冤枉孙女，孙女可是不依的。你瞧瞧你这没规矩的样子，等嫁去了侯府还这般，可是要惹人笑话的。娘，我又不傻，只是在自个儿家里我才如此。等到了威远侯府啊，我自是会拿出我伯父嫡女的款儿来。哈哈哈，对呀，是要拿出咱们侯府嫡女的款儿来，可不好叫他们小瞧了咱们府里出去的姑娘。无论如何，你是正儿八经的嫡出，他宋清安只是个庶出，嫁给他你算是低价，更何况还是平妻，到底呀是你委屈了的。他若是个识趣儿的，就不会对你不好。至于你三妹妹嘛，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她本就是个性子绵软的，好拿捏得很。太后上次给她的那些个嫁妆可都是好东西，再加上她外祖家添的那些个，足够你在侯府有安身立命的本钱了。你自己的嫁妆留着，这女人呐，什么时候手里头都不能没钱。你可以用她的嫁妆帮着你夫婿多打点打点，但要记得适时的也要让他知道，他想成事离不开你，离不开咱们侯府的帮衬。祖母你就放心吧，孙女都懂的。夫家好，娘家就得更好，毕竟有了娘家人撑腰，孙女才能在侯府过得更好。对对对，祖母就知道咱们大姐儿啊最是玲珑剔透的。嘿嘿，哎，姑娘好，小的给姑娘见礼了。不知姑娘今儿来这儿是？来你们牙行能做什么？自然是来买奴仆。嘿嘿，姑娘说的是小的不会说话。那不知两位姑娘今儿是来想挑些什么样的奴仆吗？不拘年纪，要女的，最好是有些身手的。嘿呦，巧了不是，咱这儿今天还真有一个合适的，姑娘可要瞧瞧？自然是要瞧一瞧的。好嘞，姑娘您这边请。他？对呀，姑娘您瞧瞧，这些个人里是不是就属她长得最结实啊？小的跟您说呀，您别瞧她年纪小，可这小丫头天生一把子古怪力气，又能吃得很，7、8个成年壮汉都拿不住她。就她吧，多少钱？50两。什么？50两？你怎么不去抢？一般长得标致些的年轻女奴，10两银子能买上3、4个。你一个11、12岁的小丫头，你要我们50两？姑娘，你有所不知啊，这小丫头当初就没饭吃，差点饿死，是自己卖身到咱们牙行的。刚来的时候还得了风寒，我们东家看得可怜，给了她10两银子的卖身钱。后来她每顿都要吃上3大碗白米饭，就那么大的海碗，她一直没被人买走，在咱们牙行都待了大半年了。这光她吃的起码得有20、30两了，再加上给她的卖身钱，姑娘您总不能让咱们一点都不赚不是吗？精米才15文钱一斤，她一小姑娘半年能吃掉你30两银子的大米饭，骗谁呢你？那也不能光吃饭呐，还得有菜不是吗？生气呢？小厮接过梅见递来的银票，确认无误后，快速去取了生气，递到了宁妍希手中。你叫什么名字？丫蛋。以后你跟着我就叫月牙好不好？月牙，好。月牙，姑娘给月牙吃饱饭吗？放心，
让你吃饱饭不饿肚子，本姑娘还是能保证的。只要吃饱，都好。姑娘，我们好像撞到人了。月牙，去，没见，姐姐，坐。月牙一手按住了欲起身的梅见的肩膀，自己一咕噜的钻出了马车。紧跟着宁妍希就见月牙一手把那女子给拎了起来，随后像甩破抹布似的把人甩在了肩膀上，扛着就上了马车。周叔，不回府了，找家就近的客栈，你再去仁安堂请个大夫。爷，您喝口热茶暖暖身子。真是便宜了宋清安那个狗东西了。啊，爷您说什么？你觉得宁三姑娘长得如何呀？季风看惯了自家世子爷妖孽的长相，说实在的，他觉得宁三姑娘是很美，可却比不上自家爷。你拿爷跟人姑娘比美？那属下这不是实话实说吗？哼，爷知道爷自个儿长得好，不用你多说。爷问你什么，你回答什么就是。宁三姑娘的容貌在京城里算得上是头一份的了，主要她长得又美又乖，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保护她。你看得倒挺仔细呀。怎的，起了怜香惜玉的心思了？季风啊，你说爷把人抢过来怎么样？宋清安那个狗东西会不会气疯啊？气是肯定气的，疯倒是不见得会。不过这人是太后娘娘赐的婚，爷您抢得过来吗？再说了，抢弟媳妇儿，爷您也不怕被外头人唾沫星子给淹死？爷您怎么高兴怎么来，属下不怕助纣为虐，上刀山下火海，属下亦在所不辞。助纣为虐是你这么用的吗？爷这分明是救他于水火。您都要抢弟媳妇儿了，不是助纣为虐是什么？还救人水火啊！不过为什么爷闭着眼还能踹那么准？不愧是我家爷。抱歉，不是故意看的，救你时这纸掉了出来，捡起时我已经看见了上面的内容。无妨，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只是姑娘切莫与旁人提起，我怕是会连累到姑娘。若是你不介意，可否与我说说你的遭遇，兴许我可以帮你。真的？是否能帮得上忙，我总得先知道事情始末。我叫琳琳，乃是广陵人士，家中经商，小有薄产。宁妍希听琳琳陆陆续续诉说了将近1炷香的时间，总算清楚了整件事的经过。无非就是琳琳姣好的容貌惹了人眼，有心人想将她占为己有。她一商贾之女，家中想护却又护不住她，最终遭了灭门之祸。我可以给你2个选择，第一，我想法子给你一个面圣告御状的机会，至于结果如何，我并不能向你保证。你也该明白，皇上如何决断不是我能智慧的。第二，我出钱帮人找你报仇，直接要了那知州的性命，也算是给你家人报仇了。你需要我做什么？我的确需要你帮我做件事，不过这件事或许需要你委身于人，你可以不答应，只不过各取所需，我也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帮你。好，我答应你。你不问问我要你做什么吗？反正我早已是残花败柳之身，不过是委身于人，只要能给我爹娘报仇，莫说1人，10人100人又有何妨？那倒是也不会，其实那人也就年纪比你大了10几岁，但容貌绝对是好的。其实我是想让你给我父亲做妾。你说让我给你父亲做妾？你没听错，事情就是这样。若是顺利，我年节过后就要嫁人了，但我母亲性子较弱，我弟弟又年幼，我不放心他们，所以我希望你能入府替我看顾他们一二，顺便帮我收集府中消息。若是你愿意，我与你立字据为凭，2年内我一定想办法帮你把仇报了。若是你不愿意也无妨，今日你我就当没见过，
我可赠你些许银两，让你在京城能多逗留几日，再想想旁的法子。当然，先小人后君子。如若你答应，你需卖身于我。毕竟富贵迷人眼，我也会怕你入了伯府，起了旁的心思。但只要你做到了我的要求，届时给你报了仇，是去是留我也都随你。你若是想离去，我也可再赠你一笔银两，让你足够安度余生。我答应你，那是你今日就要带我入府。我明日会再来寻你，等咱们立好字据，生气那些，我会带你去置办些行头。届时我会将我父亲常去的一些地方告诉你，你自己寻机接近他，想法子让他带你入府。好，我明白了。大姐姐，这是怎的了？你还有脸问我怎的了？我拿首饰给你挑的时候，你若喜欢那宝石戒指，与我直言便是。我也不是小气的人，说了随你挑就随你挑，你又何故做那起子小偷小摸之事？大姐姐为何如此污蔑我？正如大姐姐所言，我若真喜欢那枚宝石戒指，与大姐姐直说又何妨？何必行偷盗之事？真不是你，真不是你。大姐姐若是不信，大可叫人去我房中搜上一搜。行，我相信你，可我不信你这2个丫鬟。来人呐，去他们房中搜。大姑娘，戒指是奴婢在梅霜房中找到的，另外她房间里可有着不少好东西，奴婢倒是不知晓，她一个丫鬟竟比府上2姑娘和4姑娘房中的首饰都不遑多让呢。没有，不是，大姑娘，奴婢冤枉啊，奴婢没有偷您的戒指。哼，不是你偷的，难不成还是这戒指自个儿长腿跑到你房中的？还是你觉得你家主子故意偷了本姑娘的戒指来栽赃陷害你？姑娘，这不都是你的首饰吗？你，梅霜，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三妹妹，不是姐姐我说你，这种手脚不干净的奴才就该打死了事。你这性子这般绵软，往后去了威远侯府，难不成还要被奴才欺压到头上？那岂不是丢了咱们伯府的脸面？大姐姐说的是，可梅霜到底伺候我那么多年。行了，这样吃里扒外的奴才也值当你为他求情。今儿个我就教教你当家的主母该如何行事。你毕竟比我要先嫁去侯府，我可不想等我过门就得处理你留下的一堆烂摊子。那大姐姐说如何便如何吧。来人呐，把这手脚不干净的东西拖下去杖毙。人我替你处置了，你也学着点儿。去了侯府，我也不求你多能耐，只别给咱们府上丢脸，届时还要我给你善后。是，妹妹受教了。宁颜月前脚离开，宁妍希后脚就去了她姨娘的厢房。他们简直是欺人太甚，我这就去找他们。花着我的钱这样欺负我女儿，难道他们真当我是死的？姨娘这时候去了又能如何？且不说如今咱们母女在这府里，弟弟还在念书，往后也要科举，就说民不与官斗，父亲再不济也是个从3品的官员，嫡母娘家又多有朝中为官之人，说是他们使绊子为难外祖家，姨娘又当如何？是姨娘没用，不得你父亲喜爱。不，姨娘千万不要这样想，父亲本就是个没有心的人，他和老夫人一样冷心薄情，只注重利益，这不是姨娘的错。姨娘放心，女儿已经有了法子，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你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这样很好，你只管大胆去做，如果有姨娘能帮上的忙，你一定要告诉我，姨娘为了你和恒哥什么都愿意去做，大不了你父亲休了我，我也是不怕的。女儿不会想让姨娘被休的，咱们都会好好的。姨娘你信我？信，姨娘自然是信你的。对了，姨娘，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在温姨娘询问的眼神中，宁妍希简单把琳琳的事跟她说了说。当然，准备买凶替琳琳报仇这些她没说，只说买下了她，准备把她送于父亲为妾。
转移下嫡母的注意力，也好有人在府中帮衬他一二。娘就是到你操心了，放心吧，姨娘心里只有你和恒哥，还有你外祖一家。季颖回来了？回来了，只不过人还是没有找到。等过了年了吧，届时让季颖去北边找找看。也记得旭峰媳妇是北边骈州人士。知道了，属下晚些跟季颖说。对了，这是爷您吩咐季颖去咱们猪场带回来的珍珠，属下瞧了眼，都是7针，品质皆属上品。让珍宝阁给母亲和瑞姐儿各打一套首饰，剩下的就制成首饰摆在铺子里卖吧。爷，还有件事，属下前2日出府去办事的时候，瞧见咱们府上一个小厮和宁三姑娘救的那位林姑娘有接触过，您猜怎么着？你猜也猜不猜？不猜。知道还不快说！见自家爷眯了眸子，季风只得又打着哈哈的站到了宋青燕踹得到的范围内。哎呀，属下私下里审问了那小厮，据他说，那戴帷帽的姑娘也就是林姑娘，答应给他500两，要他算计宋清安和宁家大姑娘。算计他们什么呀？一男一女，爷说还能算计什么？宋青燕脑子一转就反应过来，那林姑娘恐怕也是听了宁三的吩咐，所以小丫头是不想嫁给宋清安。宋青燕咂了咂舌，想起那只只会挠人的小奶猫，心底忽而间恶趣滋生。今儿个你盯着些，必要时帮那小厮一把，别留后患。爷说的话听不懂。懂了。懂了还不快去？是，属下这就去。去，把宁三姑娘给爷请来。宁三姑娘请。宁三姑娘可欣赏够了。不知世子爷命人寻小女子过来，为这何事？宁三姑娘离本世子这么远做甚的？怕本世子吃了你啊？坐下说吧。宁妍希踩着珍珠，脚下一个打滑，下意识惊呼出声，随即整个人就朝前扑了过去，正好的摔进了宋青燕的怀里。抱歉，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世子您这是做什么？不是宁三姑娘先投怀送抱的吗？我没有，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可本世子觉得你分明就是故意的，方才你就盯着本世子瞧，怎的？觉得本世子好看？世子，你能不能先放开我？你先回答本世子的问题，方才为何盯着本世子瞧？世子爷玉树临风，天人之姿，自然是好看的。那比你未来夫君如何呀？自然是世子爷您更胜许多。所以宁三姑娘不想嫁给宋清安。世子爷何意？小女子不明白。小丫头，你让人买通我府上小厮，意欲在我祖父寿宴上闹事，你觉得本世子该把你如何呀？我是不想嫁给宋清安，因为他与我大姐姐早有勾结，我父亲和祖母也打着让我们姊妹共侍一夫的主意，我嫌恶心。而且我想嫁的人是你。他挪着步子，在宋青燕逼近时慢慢后退，直到撞上身后的桌子，退无可退，看着双手顺势扶住桌沿，将自己又圈在了方寸之地的宋青燕。宁妍希忙伸手推抵在了他胸前。宋青燕垂眸看了眼，喉间溢出一声轻笑。哼，宁三姑娘好像一直在占本世子便宜，可好摸？是你非要离我这么近的？你都想嫁给爷做媳妇儿了，也靠自己媳妇儿近些不行吗？世子爷想纳我做妾？你愿意做妾？宁妍希摇摇头，
继续向后仰，拉开距离。眼见随着自己的逼近，宁妍希即将躺倒在桌面上，而他身后桌上还摆放着茶具。宋庆燕舌尖抵了抵腮，继续逼近的同时，一手直接将那套茶具给扶在了地上。爷，滚出去！是，属下这就滚。我不做妾，我死都不做妾。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不配嫁给世子，世子既不愿意娶我，又何故这般戏弄我？很好玩吗？我只是不想嫁给宋清安，可太后已经指婚，我也只能想到这个法子。我也不想在老侯爷寿宴上闹事，可我一个庶出之女，还不受父亲待见，我能如何？不做妾就不做妾，你哭什么？既然世子爷都知道了，那如何做都随世子爷高兴吧。小女子告退。话落，宁妍希屈膝服了一礼后转身。爷，您不是喜欢这小姑娘，怎么就把人逗哭了呢？谁跟你说爷喜欢她了？那您还想着要把人抢过来？哼，爷那是觉得她有意思，算计自己嫡姐，可以亲爹纳妾，还敢买凶杀朝廷命官，这样的小姑娘，满京城你能找出第二个？那您就不怕惹急了她，以后连您一起算计了？就她想算计爷，还嫩了点儿。那一会儿，小丫头，跟爷玩以退为进。哼！姑娘，可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走吧，时辰差不多了，咱们去迎迎常乐郡主。妾身见过夫人，给夫人请安了。起来吧。夫人，妾身听闻世子爷没去正门迎客，侯爷很是不高兴。妾身想着，莫不是世子爷身子又不大好了？方蕊，本夫人给你脸了，你在这儿咒谁呢？夫人何必对着妾身如此疾言厉色？妾身也只是关心世子爷，想着提醒夫人一二，夫人也好去瞧瞧。你，不过夫人动这么大的气，妾身倒是也能明白。毕竟安儿一举重榜，还位列3甲，还得了太后娘娘亲旨婚事。如今侯爷又看重安儿，带着安儿在外迎接宾客，为安儿今后仕途铺路。可世子爷……魏远侯夫人何氏闻言反手又是一巴掌，随后甩了甩手道：蕊姨娘，你觉得你说这些能让本夫人嫉妒？你儿是中了探花不错，可我儿15岁就已经6元及第，探花再好也就是个第3。至于太后指婚，一个伯府庶出的姑娘也就能配你这庶出的儿子。哦，还有这天寒地冻的，你儿喜欢如个门房似的在外头迎客，我儿可不稀罕。至于我儿的身子……何氏上前一步，伸手直接掐上了蕊姨娘的脖子，将她拉至身前。方蕊，本夫人告诉你，你最好日夜祈祷我儿身体早日康复，否则他没的那日，本夫人就让宋伯玉还有你和你那一双儿女为我儿陪葬。不信，咱们就走着瞧。言罢，何氏一把将蕊姨娘甩在地上，大步离去。夫人，世子爷呢？回夫人的话，爷在里头呢。进了屋，侯夫人一屁股坐在榻上，就开始絮叨：你说你成日里都忙些什么？你当初辞官不干，为娘的我随你，你领回来个私生子，我也没多说一个字。满京城里你成了纨绔头头，我也无所谓。可你好歹一把年纪了，你不该给我娶个儿媳妇回来吗？
我就不配当个婆母，享受有儿媳妇伺候的日子。宋清燕一见自家娘亲这个样子，就知道她定然又是在蕊姨娘那里受了刺激。是水岩他们几个伺候的不尽心，让母亲不满了。成，儿子明日就让季风去多买些个奴婢，保管把娘亲伺候的舒舒服服的。你别跟我打岔，我那是缺丫头伺候吗？我是缺儿媳妇儿。想要儿媳妇儿还不简单，儿子娶就是了。你说说你，啊，你刚说什么？啊，没听见呢，没听见就算了。啊，听见了。你说的可不许反悔啊！你先跟为娘说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娘也好为你先相看。这人选嘛，儿子已经有了，就是怕娘您不满意。满意，你喜欢的娘就满意。真的？真的吧？你不会是看上了哪个青楼出馆的姑娘了吧？儿子在母亲眼中就是这般不靠谱的人呐。侯夫人想说前17年不是，这5年，呵呵。不过听宋清燕这话，知道应该不是什么青楼出馆出来的姑娘，侯夫人心下也稍安了些。啊，那你跟娘说说，是哪家的姑娘？娘也不拘她什么出身，哪怕是平民女子啊，只要家世清白，娘啊就寻人替你上门说亲。宋清燕了解自家娘亲，这是没有先前太后的指婚，她娘是定然不会嫌弃宁家小丫头的出身的。可毕竟先指婚给了宋清安，再嫁给他，他娘多多少少心里都会有些疙瘩。容儿子先卖个关子，今儿个晚些，娘您就能见到了。闹了，只是侯夫人现下不知道的是，她是没闹，她心心念念的儿媳妇却是大闹了一场。妍希，你有没有听见什么声音？没什么声音，郡主，咱们还是快些去楼上换衣裳吧。阿郎，吻我，阿郎。小妖精，也就喜欢你这般放浪的样子。这声音怎的听着有些熟悉？简直是欺人太甚！这对狗男女，奸夫淫妇！郡主，算了，咱们走吧。你别难过，今儿个的事，我定为你做主。九幽，破门！啊，疼！别打了，郡主，求你了，别打了，郡主，你饶了我吧。饶了你？本郡主今儿就要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娼妇！清安哥哥，你救我，救救我呀！宋清安，枉你荆轲还中了1甲前3，你的圣贤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与未婚妻的亲姐，青天白日的无美苟合，你这样的人如何配成为朝廷栋梁？依本郡主看，你就算是做官，以后也只能做过昏官、贪官。宋清安的一声痛呼，让心头不满的威远侯回过神，再也顾不上旁的，挤开看热闹的人，就进入了厢房。住手！威远侯来得正好，今儿个的事，若他宋清安不能给本郡主一个满意的答复，本郡主即刻便入宫去请皇帝舅舅做主。月儿，我的月儿！张氏挤开人群冲入房中，看到宁颜月裹着锦被瑟缩在床角，手背上、脖子上都有着鲜红的偏痕，一瞬间的便红了眼眶。娘！这锦被扑到了他怀中，张氏忙搂住女儿在怀里，满眼的心疼。看着眉清目秀的，竟不曾想是个这么不要脸的，勾引自己妹妹的未婚夫，青天白日的在旁人府上办宴之际行此等苟且之事。一个碗不响，2个碗才叮当。要我说，这威远侯府的2公子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庶出到底就是庶出，净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儿。
你小声着点儿，也不怕威远侯听见了去。听见就听见了，他儿子敢做，还怕别人说呀？哎，你们看，那榻上都没落红，怕是这两人也不是头一回了。也不知道永平伯府是怎么教女儿的，忒不要脸了，倒是苦了永平伯府庶出的那小姑娘了。谁说不是呢？婚期就在年后吧。今儿个这么一闹，这宁家大姑娘要是也嫁到了威远侯府，岂不是两姐妹共侍一夫？共侍一夫算什么？只怕到时候又是妻不妻妾不妾的。你说这是不是就是遗传呢？闭嘴，都说够了没有？怎的，本夫人还说不得话了？不想别人说，你女儿倒是别做那么不要脸的事儿啊。肃国公夫人所言在理，事儿都做了，还不行让人说了吗？就在这儿说，今儿这个事儿，你们威远侯府和永平伯府给出的交代，若不能让本郡主满意，本郡主就入宫去请皇帝舅舅圣裁。诸位，今日非常感谢诸位能来参加老夫的寿宴，不过眼下家中有些家事要处理，还望诸位见谅了。老侯爷客气了，那咱们今日就先告辞了。父亲。老侯爷没理会欲说话的威远侯，径直走到长乐郡主跟前。不知郡主可否卖老夫个面子，先让两个孩子整理一下，咱们移步正厅说话。郡主放心，今日之事，老夫定然给太后和郡主一个满意的交代。老侯爷，老夫人，妍希她是本郡主的救命恩人，她与宋清安的婚事乃是本郡主提议，皇祖母亲赐，为的就是报答她的救命之恩。宋清安若是有心上人不愿意，大可以接旨后私下与本郡主言明。本郡主也并非不讲道理，硬要棒打鸳鸯之人，自会去与皇祖母说相，让皇祖母收回赐婚的懿旨。可他既然接了懿旨，应下了这门亲事，如今人都还没过门，他就与未婚妻的亲姐苟且到了一起，他这是存心要打本郡主和皇祖母的脸吗？本郡主倒想问问，他宋清安仰仗的是什么？竟是如此不把我皇家之人放在眼里，让本郡主的报恩之举活脱脱的成了一场笑话。郡主言重了，清安他绝无不敬太后、不敬郡主之意。今日他想必是高兴多喝了几杯，一时酒意上脑，犯了糊涂，才做下了此等错事啊！一时糊涂，威远侯莫不是把本郡主当傻子诓骗？他们二人分明早就有了首尾，不然如何解释榻上并未有落红一事？还是说宁大姑娘在今日与宋清安苟且之前，早就已经委身给了他人？郡主可莫要信口雌黄，我女儿的清白之身自是给了宋家二公子的。哼，所以他们二人的确早有苟且，又何来威远侯所言的一时糊涂？郡主，我们能理解你因为希儿的救命之恩，想为她打抱不平的心思。可既然是为着希儿，郡主何不问问希儿自己的意思呢？婚姻大事本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们两家本也就商量好了。待希儿过门后，玉儿会以平妻的身份嫁给宋二公子，只不过还并未对外公布罢了。所以他们二人最多也就是年轻人之间的情难自禁，着实算不得什么无媒苟合。更何况此事说到底，希儿并不吃亏。平妻说是妻，可与妾也并无什么不同，终究身份上还是希儿尊贵的。希儿，你说呢？女儿自是一切都听父亲和母亲的安排。郡主也听见了，希儿并无异议。依我看，既然今儿个这事儿都说开了，不如年后就让月儿和希儿一同入府，也算是双喜临门的大好事儿了。好个屁！今儿本郡主算是领教了，
永平伯夫人好口才，可你想要用孝道逼迫妍希就范，也得看本郡主答不答应。天地君亲师，父母之命再大，能大得过天子圣谕？张氏，你的算盘桌子都崩了本郡主一脸。怎的？同日入府，共嫁一夫，夫君分了你女儿一半，妍希的嫁妆是不是也得分你女儿一半，给她做脸啊？妍希乃是我皇祖母下懿旨赐的婚，她的嫁妆里有不少都是我皇祖母所赐，你女儿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沾妍希的瓜？本郡主现下便带妍希入宫，请皇祖母为她另赐一门婚事。至于宁颜月，就等着去庵子里做姑子吧。至于宋清安，本郡主也要去问问皇帝舅舅，这般品性不端的人，舅舅他是怎么会钦点了你做探花郎，还准你入朝为官的？长乐郡主的话说得又急又快，说完又完全不给威远侯和张氏反应的时间，直接拉着宁妍希就往外走。郡主请留步，可否听老夫一言呢？老侯爷的面子，本郡主自然是愿意给的，可若是如威远侯那般说些敷衍之词，那老侯爷也不必开口了，本郡主不想听。老夫明白，今日之事无论如何都是我宋家人委屈了宁三姑娘，若是郡主无意，那宁三姑娘与清安的婚事不如就此作罢。另外，作为补偿，老夫愿意让青燕向永平伯府求娶宁三姑娘，郡主以为如何呀？老夫明白，今日之事无论如何都是我宋家人委屈了宁三姑娘，若是郡主无意，那宁三姑娘与清安的婚事不如就此作罢。另外，作为补偿，老夫愿意让青燕向永平伯府求娶宁三姑娘，郡主以为如何呀？父亲，老侯爷，恕本郡主直言，世子爷的身子，青燕的病并非无药可医，只是还缺一味药材，如今正在寻找。当然，老夫尊重宁三姑娘的意愿，老夫只是提议，若宁三姑娘不愿，那宁三姑娘无论提出任何要求，只要老夫能够做到，老夫都答应。只是还希望郡主能放青安一马呀。妍希，你觉得如何？倒是老夫不识礼数了，不知永平伯对这门婚事可有什么想法？老侯爷言重了，希儿能入您的眼是他的福气，晚辈没有意见。老爷子，你要给我娶媳妇儿，是不是得问问我的意思啊？那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哎呀，老爷子，瞧您这话说的，我愿意娶，人家姑娘也不见得愿意嫁，不是？毕竟满京城谁都知道，本世子活不过25岁，宁三姑娘年纪还小，又何必委屈嫁给我一个将死之人呢？哎，燕哥，莫说那些丧气话。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世子爷吉人自有天相，妍希相信世子爷的身体定然是会有康复的一日的。所以宁三姑娘是想要嫁给本世子的？是。本世子身染恶疾，脾性不好，名声也不好，倒是不知宁三姑娘缘何想嫁给本世子。妍希以为身染恶疾并非世子所愿，身体不适发脾气亦是情有可原。至于名声，世子15岁便6元及第，才华斐然，又谈何名声不好？哼，你倒是能言善辩。那你不如再说说，本世子还有什么优点，是让你倾心许嫁的？世子仪表堂堂，英俊潇洒，风流倜傥，
玉树临风，气宇轩昂，才高八斗，又满腹经纶，优点着实数不胜数。宁妍希一口气说完，随着长乐郡主没忍住的一声笑，她满脸通红的低下了头。既然宁三姑娘眼里本世子有这么多优点，那本世子就勉为其难答应了啊！指望宁三姑娘将来可莫要后悔，毕竟在本世子这儿，除了丧偶，可没有和离、休妻那些。妍希明白了。既然青燕也同意了，那老夫即刻与郡主一同入宫，郡主以为如何？世子爷和妍希都愿意，本郡主自然没意见。老侯爷请。郡主请。宁妍希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永平伯府宁氏之女妍希温良敦厚，端庄贤淑，品貌出众，朕公闻之甚悦。今有威远侯府世子宋清燕，正是婚娶之际，当择贤女与配。宁氏妍希待字闺中，与威远侯世子可谓天造地设，朕欲承佳人之美，特将汝许配威远侯世子为妻。一切婚仪交由钦天监与礼部共同操办，则即日完婚，钦此。臣女接旨，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宁三姑娘的好福气可在后头呢，快些起身吧。妍希谢过公公吉言。这天寒地冻的，有劳江公公跑一趟了。公公不妨坐下喝杯茶，歇歇脚，暖暖身。永平伯客气了，这茶咱家就不喝了，咱家还得尽快回宫去复命，就先告辞了。那我送公公出府，公公请。公公慢走。辛苦江公公走一趟，一点心意，请公公喝杯水酒，还望公公切莫推辞啊。伯爷，这珍珠即便是混在云雾中，也是掩盖不了它自身光芒的。是，公公说的是啊，在下明白了，只是不知太后娘娘那儿。郡主和老侯爷从皇上这儿离开后，郡主就去了太后娘娘那儿，旁的咱家就不清楚了。咱家告辞，伯爷留步。哪位是宁大姑娘啊？回公公的话，臣女是。宁大姑娘跪下听旨吧。传太后娘娘谕旨，永平伯府嫡出之女宁颜月，德行有亏，伤风败俗，败坏宁氏门风，不堪与人为妻。但念其年幼，即日起闭门思过1月，罚抄女诫女训各100遍。解封后，以妾室身份配与威远侯府庶子宋清安。宁颜月听完太后的谕旨，身形一个踉跄，险些跪不稳，栽倒在地上。幸而他身边跪着的张氏扶了他一把，这才没让宁颜月在当众出了洋相。宁大姑娘，太后娘娘的旨意你可听明白了？臣女谨遵太后娘娘谕旨，谢太后娘娘恩典。宁大姑娘，太后娘娘还说了，这女诫女训你得用心抄，好好抄，字迹万不可潦草。马虎了，届时太后娘娘可是要亲自过目的。是，臣女定当认真抄写，不辜负太后娘娘恩典。宁三姑娘，咱家这厢有礼了。太后娘娘让奴才给姑娘您带句话，说是让您得空了就去宫里头坐坐。太后娘娘惦记着和姑娘您说说话呢。是，妍希知道了，谢过太后娘娘厚爱。妍希明日一早便入宫去给太后娘娘请安。太后娘娘的话已传到，咱家也得回宫去复命了。永平伯，老夫人，咱家告辞。再有1月便是年节了，为父晚些让账房送1000两银子去你那儿，你自个儿拿着银子，看看给自己贴一些喜欢的衣裳、首饰什么的。希儿谢过父亲。凭什么？本来就是我和清安哥哥先两情相悦的，太后她是不是老糊涂了？先前下旨赐婚，强行差人姻缘，
如今还为了个庶出之女，让我这个嫡出的去做妾。放肆！我真是把你给宠坏了。太后娘娘也是你能不敬的。我又不会在外头说，这不是在我自己屋里吗？你须知隔墙有耳，以后这种话万不可再说。知道了。可是娘，凭什么我做妾？她宁妍希倒是能嫁去侯府做世子夫人，我不服。你急什么？太后让你做妾不假，可说到底也就是个身份。只要你入了威远侯府，早日给宋清安诞下子嗣，有你这么个伯府嫡女的妾室在，又有个庶出的长子，谁还愿意把女儿嫁给他？说到底，他也不过是个庶子，又还不是威远侯府的世子。只要宋清安不娶正妻，你就永远是他唯一的妻。就算真有人愿意嫁给他，后宅院里让一个人消失的法子也多了去了。你只需要记住一点，无论如何，一定要在他娶妻之前先诞下子嗣。这样一来，哪怕他将来娶的妻子有些身份，不好直接取了他的性命去，但只要不让他生下孩子，宋清安往后的一切不都还是你们母子的？那宁妍希呢？娘，你就真甘心看他压过女儿一头？那宋清燕病了5年之久，若老侯爷口中的那味药如此好找，又岂会5年还没着落？别忘了，当今圣上对宋清燕还颇为宠爱，定然也是下过旨意替他寻药的。这般都没找到，剩下这3年希望也不大。你跟他争这一时的长短作甚？他就算入了侯府，早晚也就是个当寡妇的命。可就算那宋清燕是个短命的，宁妍希届时名头上还不是压了我一头？她是寡嫂，我还不能对她不敬。哎，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笨的东西？先前我说的话，你是一个字都没往耳朵里听。娘是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跟他打好关系。他如今有长乐郡主替他撑腰，就相当于有太后娘娘给他做靠山。只要他愿意替你在郡主和太后面前说上2句好话，也能替你扭转如今的名声。嬷嬷，你去寻个生面孔，要靠得住，去药铺给我买贴子绝育的药来。另外让翠环去把3姑娘请来。诺。姑娘，我回来了。姑娘，给姑娘，夫人身边的翠环来了，说是大夫人请您过去一趟。月牙乖，一会儿回来再继续说。我去夫人那儿，你悄悄跟着，若我喊你，你再出现，知道了吗？月牙儿知道了。宁妍希已经看完了纸上所写的内容，知道张氏买绝育药只可能是用在他身上的，他自然不能不防。不过宁妍希也有数，张氏多数应该会哄骗他那是补身的药，强灌他喝应该不会，但万一呢？女儿见过母亲。希姐儿来了，快过来坐。希姐儿，今儿个的事儿，母亲实在是对不住你。虽说你大姐姐和宋二公子也算两情相悦，可到底那宋二公子是你的未婚夫，你大姐姐实不该如此糊涂，做出此等向你脸面的事儿。你放心，母亲刚才已经狠狠训斥过她一顿了，等明日母亲就让她亲自给你赔礼道歉。你可愿意原谅你大姐姐？母亲，我与大姐姐虽非一母同胞，但也总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姐妹。这桩婚事本也就是太后指婚，我与那宋二公子也无甚情谊。既然他与大姐姐情投意合，如今这般也没什么不好的。母亲放心，希儿不曾怨怪过大姐姐，所以也无需大姐姐同我赔礼道歉。母亲知道你素来乖巧，你能这么想自是最好的。可终归是你大姐姐对不住你，该道的歉还是得道，总不能叫姊妹间为了个外人生了嫌隙。母亲，希儿都明白的，大姐姐心气儿一向高，这道歉就真不必了，本来也没什么，又何必叫大姐姐心里头再不舒服？
还是你懂事儿，你大姐姐啊，就是被母亲惯坏了。既然西姐这么说了，那便依你的意思，这里头是母亲当初嫁过来时陪嫁的一套红宝石头面，如今便给你了，就当是母亲替你大姐姐给你赔个不是。西姐儿，其实母亲今日有另一桩事想和你商量。母亲是长辈，你有什么话直接吩咐女儿就是，母亲说的话一定是为了女儿好，女儿自是会听的。你也知道，那侯府到底是不比家里的一大家子人。先前太后给你指婚的是宋二公子，这侯府未曾分家，所以这长家的事儿自然也落不到你手里。可如今你要嫁的是宋世子，高门大户里向来是长媳长家，母亲是担心你带那么多的嫁妆过去。你也知道，那侯府到底是不比家里的一大家子人。先前太后给你指婚的是宋二公子，这侯府未曾分家，所以这长家的事儿自然也落不到你手里。可如今你要嫁的是宋世子，高门大户里向来是长媳长家，母亲是担心你带那么多的嫁妆过去。宁妍希此刻真的觉得人不要脸则天下无敌，合着别人用不行，把他的嫁妆留下给他们一家子贪得无厌的饿狼霍霍就是天经地义的。母亲的意思是，母亲是想着太后的赏赐，你外祖家给的天妆，再加上侯府给的聘礼，这些啊给你做嫁妆也不少了。至于你姨娘给的那些就先留下，当然还是由你姨娘替你保管。你也知道你姨娘做生意啊是把子好手，与其你拿去经营不上亏了去，不如留在府中，在你姨娘手里总也不会贪了你的去，不是？母亲说的是，可太后的赏赐和外祖家的天妆还有侯府给的聘礼都不算是咱们家备的，大婚当日是要唱礼的，女儿倒是无所谓，只怕届时有些个什么闲言碎语的，父亲会觉得丢脸。母亲知道，所以你姨娘给的那10万两就不必留下了，依旧给你做嫁妆。你就同你姨娘说，是你怕自己管不好铺子再亏了去，可切莫是我同你说的，母亲怕你姨娘会多想。希儿明白的，不会叫母亲为难。好孩子，你大姐姐要是有你这般懂事听话呀，母亲也就放心了。母亲若是没有旁的要说，那希儿就先告退了。你去吧。姨娘，事情就是这样，你可愿相信女儿？温姨娘有些嗔怪地瞪了宁妍希一眼，随后从榻上起身，走到珠帘门后的里间，不消片刻就抱了3个木匣子出来。这一份是给你的陪嫁，这一份是留给你弟弟的，至于这一份是姨娘留着的养老钱。傻孩子，你是姨娘怀胎10月所生，姨娘不信你还能信谁？姨娘，你该多为自己考虑考虑的。姨娘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在这伯府总算是饿不死的，只要你跟恒哥过得好，姨娘就满足了。姨娘，马上就是要嫁人的大姑娘了，还这般爱娇，叫旁人瞧见了岂不笑话？谁爱笑谁笑去呗，反正女儿就喜欢同姨娘撒娇，女儿再大也都是姨娘的乖宝，撒娇怎么了？好好好，你说的对，你再大也始终是为娘的乖宝。对了，那威远侯府的世子如何？可是个好相遇的？长得很好看，非常好看。就这样没了？你呀你，光好看有什么用啊？为人品行如何，脾性又如何，你都不了解一下就答应了？姨娘是不是忘了，这事儿发生的突然，我哪来的时间去了解他呀？可不只能看看他长得好不好看，更何况今日若是不选择他，来日还不知会如何。长乐郡主是有意再让太后娘娘为我指婚，可说到底，我终究是个庶出的，太后就算赐婚，也不可能相差的太多去，不管是家世还是身份，都不可能再有比她更好的人选了。而且女儿要做的事儿，夫家若是能压过咱们伯府一头更好，也能让父亲和嫡母行事有所忌惮。娘的小希儿真是长大了。姨娘，
你和弟弟都要好好的，我也会好好的。我们一家3口这辈子一定都会平安顺遂的。会的，姨娘还要看着你的孩子出生，看恒哥儿娶妻生子，所以姨娘也会好好的保重自己，我们都会平平安安的。威远侯府这厢，老侯爷入宫回了府中后，就把众人又都召集到了前院正厅中。宋清安倒是一直跪在正厅里。江城，取家法来。啊，父亲，清安身子骨弱，实在受不得这家法呀。哼，你什么意思？你看看你，做没个坐相，就你如今这模样，如何担得起我威远侯世子之位？爷担不起这世子之位，那侯爷就担得起这威远侯了。这府里尊卑嫡庶都颠倒10几年了，侯爷宠妾灭妻的名声满京城，谁人不知啊？倒是不曾听闻过威远侯于朝堂上有何建树。你，别你我的了。侯爷若是不服气，咱们此刻就入宫，看看皇上是废了我的世子位，还是废了你这威远侯？怎的？父亲不敢啊？哼，我不与你逞口舌之用，圣上以孝治天下，就凭忤逆生父这一条，你在圣上面前也落不得什么好。你放屁！要说忤逆生父，你就是那第一个，上行下效，你怪得了谁？父亲，怎么的？老子说错了吗？是我让你宠妻灭妻的，还是我让你嫡庶不分的？你听过我的话了？父亲，你也知道清安他一个文弱书生，咱们家那鞭子他一鞭就得在床上躺上个10天半月的。他如今刚入翰林院不久，正是需要勤勉的时候，哪能长久高家呀？侯爷可还记得爷15岁那年6元及第，约了同窗好友共庆，就因为爷不肯带着你引以为傲的儿子同去，他拉着我的衣袖不放，我不过是抽衣袖的动作用力了些，他自己没站稳摔倒在地上，你就以爷不睦兄弟为由打了爷10鞭子。那个时候爷刚被授予翰林院侍讲，还算是天子近臣，侯爷怎么不考虑爷不便告假的问题啊？你自幼习武，皮糙肉厚的，同你弟弟如何比的？宋伯玉，你个狗东西！我儿子什么错都没有，就因为他自幼习武，他就受得住这鞭子。当时这玩意儿才11岁，带他去干什么？你倒是肯为他花心思啊！小小年纪就想利用我儿为他日后铺路，你也不看看他配不配？你这个泼妇，你看看你有没有半点侯府主母的样子？对，我是泼妇，有本事你休了我呀！休你就休你，你以为我不敢？那你倒是写休书呀！哼，写就写。蒋磊，去拿文房4宝来。你给我闭嘴！我告诉你，这辈子你敢休妻，我就敢请旨废了你，将你赶出家门。你带着你的宝贝妾室和你这个宝贝儿子给我一起滚！父亲，您这未免也太过偏心了些。难道清安他就不是您的孙子了吗？你还有脸问我？那青燕就不是你的儿子了。你偏心清安，我偏心青燕，谁都别说谁。你要想我听你的，有本事你当老子的爹。江城，人呢？死哪儿去了？取个鞭子那么久。早就回来躲在门边听着里头动静的管家闻言，忙步入了厅堂，双手恭敬递上鞭子。老侯爷拿过鞭子，行至宋清安身后。威远侯还想拦，老侯爷也不跟他客气，直接一鞭子朝他抽了过去。再敢拦老子，今儿连你一起打！我出宫前，太后派人传了话，明言必须对你严惩。今日我罚你20鞭，你可服？今日祖父生辰，是孙儿酒后失德，让家中蒙羞了。
索夫要罚孙儿，孙儿绝无半句怨言。孙儿服。敢做敢当，才是我威远侯府的男儿该有的气度。话落，老侯爷也不再说话，直接抬手一鞭子朝宋清安的后背打去。正厅中，一声接一声的鞭打声响起。景和帝与宋清燕正相对而坐，手中各执黑白棋子，厮杀于这棋盘之上。你今个怎么想起来入宫来陪朕下棋了？是事情有眉目了。景和帝说着话，一枚黑子落于棋盘之上。宋清燕似是料准了景和帝的落子处，未曾有半分思量的，直接将手中白子紧跟着落下。是有了一些线索，不过暂时还没有证据，便先不与皇上说了。那你今日就只单单是来寻朕下棋的？朕输了。整个南境恐怕也就只有你了，跟朕下棋从不给朕面子，朕就从未能赢过你一回。圣上乃圣明之君，容忍雅量自是旁人无法企及的，不过下棋而已，说微臣故意谦让，岂不似了那等媚上的小人？你倒是会给朕戴高帽。行了，说说吧，今儿个你到底所谓何来呀？若不然让朕来猜猜，你今日莫不是为着你的婚期来的吧？江远，你去把钦天监监正给叫来。朕倒是突然有些好奇，那宁三姑娘究竟是何方神圣了，居然能让你这个木头桩子开了窍。听说那小姑娘方才急急之灵，可颜色甚好，长得那叫一个倾国倾城。原来你小子也是个贪好颜色的，难怪朕和太子。说到这儿，景和帝话语忽然一顿停了下来，没有再继续说下去。旁人都以为他宠爱宋清燕是因为不舍他满身才华，虽然也有这部分原因，但更多的是因为他拼死救下了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人。那药还没阴熏？都说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微臣都已经成了这京城最大的祸害了。皇上放心，微臣的这条命啊，老天爷收不走。你呀，要朕怎么说你好啊？行了，那监正老儿也上了年纪，过来起码还需要小半个时辰，你再陪朕下一盘啊。景和帝心里逼逼道，着急找朕订婚期，还敢把朕杀得片甲不留，看朕不给你挑个最远的日子！哼！老臣参见皇上，皇上万福。虚情平身吧。谢皇上。朕叫你来是想问问你，子墨的婚期可选定了？老臣已经选出了这3个吉日，供皇上和世子挑选。景和帝喉间低应一声，接过红纸看了过来，可上面的3个日子，他越看眉心蹙得越紧。若是皇上不满意，老臣不必再劳烦徐老大人了，就这个吧。朕倒是觉得1月初8这日就挺好。你选的那个是小年，怎么的？想媳妇儿想的都不想让人家在家过年了？行了，就1月初8吧。江远，晚些你就去2个府上传旨。皇上，奴才方才去钦天监传话，得知那个宁三姑娘也入了宫了，如今正在慈安宫当中给太后娘娘请安呢。哎，宁三姑娘说得对，太后您身上的尊贵和气度，哪是旁人比得了？这又何关年龄？林嬷嬷，小女冒犯了，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小女可要斗胆搏上一搏。其实太后娘娘气质雍容华贵还是其次，最主要还是太后娘娘长得美。
这不知道的，若是瞧见小女与太后娘娘同行，怕是会以为是一双姐妹出游呢。哦，还是宁三姑娘会说话。你这小嘴呀，真是抹了蜜了。皇祖母，您都夸了妍希好几句了，你怎么不夸夸我？难道我的小嘴就不甜了吗？往日里可都是我哄皇祖母您开心的呢。你这小皮猴，能有妍希一半乖巧啊，哀家就更高兴了。你这小丫头嘴是真甜，哀家都满头的白发了，如何与你们这些花儿一样的小姑娘比得？皇上驾到！宁妍希忙不迭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整了整身上的衣裙。待看见那一抹明黄身影推着的轮椅上坐着的人的时候，她很明显的怔愣住了神。臣女宁妍希叩见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朕老远的就听见母后这儿欢快热闹的紧，这是在聊什么呢？两个小丫头哄哀家高兴闲聊呢。皇帝怎的这个时候过来了？齐监正送了3个成婚的吉日给朕挑选，朕想着到底是子墨的婚事，还是该由他自己做主的好，便宣了他入宫。选定了哪一日呀？就年后1月初8，朕瞧这日子极好，子墨也觉得不错。挺好。子墨和妍希模样都是顶好的，皇后生的孩子啊，必定也俊俏得很。皇祖母说的对，无论是相父还是相母，那孩子都定然长得很好看。朕记得永平伯的夫人好像是青州张家人。回皇上的话，母亲却是青州张家人。张家也算是文人大族，想必你自幼也读过不少的书。闲聊几句而已，不必如此的拘谨，坐着回话就行。臣女谢皇上恩典，父亲和母亲都是极重规矩之人，臣女自幼读的最多的便是女诫和女训。旁的如何？母亲自幼教导臣女，女子无才便是德，以后出嫁相夫教子才是正经。可父亲觉得母亲的话不对，父亲认为人无礼则不立，不明理则不守，想要明理知理，自然需要多读书。你父亲言之有理，人要明理知理，须得多读书。倒是不曾想张家教出来的女儿竟会如此的迂腐。切，皇帝舅舅，您这可就说错了。那张氏可不是迂腐，他只是嫉妒心重，容不下输出的子女比自己的子女好罢了。长乐可没有胡说八道。宁颜悦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虽不能说是京中最好的，可也都是拿得出手的。以往的赏花宴上，可是他自个儿说的，他自幼乃是青州张家族中的大儒亲自为他启蒙的。母后，儿子还有事要处理，就先行告退了。去吧，不过政务虽要紧，你也得顾及自个儿的身子，天寒地冻的，也莫要熬夜。儿子醒的了。子墨，御花园的红梅开得正好，你若是无事，不妨带你的未婚妻去逛一逛，赏赏花儿，晚些也正好送人家回府。皇帝言之有理，那你们就去逛逛吧。哀家坐得久了，也有些累了，正好想躺会儿了。太后娘娘，臣女有一不情之请，还望太后娘娘能恩准。有什么事直说就是了，哀家能办到的，自是会应允你。是这样的，太后娘娘，臣女从未学过长家之事，如今就要嫁给世子爷，对此自是不能一丁点都不懂。虽说待臣女过门后，婆母心善，定是会愿意悉心教导，可臣女也怕自己蠢笨劳累了婆母，所以臣女想着能否请太后指一位有经验的嬷嬷先行随臣女回府教导上一段时日。这样吧，云南还有2年也要到出宫的年纪了，
他是个能干的，规矩也好，对京中各府不说了如指掌，也都算是了解。哀家把他给你，让他跟在你身后伺候2年，待来日啊，你给他寻户好人家嫁了，你可愿意？多谢太后娘娘，臣女自是愿意的。来日定备上丰厚的嫁妆，送云兰姑姑出嫁。云南，你呢？你可愿意呀？婢女但凭太后娘娘做主。那行，那你去收拾下你的东西，一会儿啊就跟着妍希丫头出宫吧。诺。姑娘，奴婢收拾好东西去西花门等您，还是在御花园入口等您？姑姑，去西花门等我吧，我的马车停在那儿。这天寒地冻的，马车上有炭盆，坐着等也暖和。宁妍希推着宋清燕出了慈安宫，一路跟随她的指引，来到了御花园中的红梅林。望着眼前成片火红的冬日奥梅，宁妍希眼中充满了震撼与欢喜。喜欢？梅花意志坚韧，能迎着风雪屹立不败，我是很喜欢。而且比起那罕见的绿梅和蓝梅，我倒是更喜爱这红梅，因为它如火焰般炙热，给人一种生命力旺盛之感。世子爷喜欢什么花？也没什么特别喜欢的花，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喜欢的。我还以为世子爷会说喜欢兰花。为何这么说呀？君子如兰，君子亦都爱兰。世子爷是君子，所以我以为你会比较喜欢兰花。爷可不是什么君子，你也不用给爷戴什么高帽子，爷可不吃这套。妍希是真心这么认为的。还有，谢谢世子爷。谢爷什么？这声谢爷确实当得起。不过宁三姑娘不觉得这口头上的谢谢未免少了些许诚意吗？那世子爷想要妍希如何感谢？只要是妍希能办到的，只要世子爷开口，妍希定无不从。既然是你要感谢爷，如何感谢不该是你想。世子爷稍等。宋清燕坐在轮椅上，瞧着宁妍希一手微提裙摆，一手扶着树干踩上一旁梅树下的一块大石头，踮起脚尖折了一只开得正盛的梅花于手中。世人常以梅兰竹菊隐喻4君子，梅花坚韧不拔，兰花谦逊高洁，翠竹不同流俗，菊花高雅淡泊。今日妍希便以这红梅相赠世子，聊表谢意。因为在妍希心中，世子就如同这红梅，傲霜斗雪，坚韧不拔，也给予了妍希在如同寒冬腊月般的处境中一丝明媚与温暖。小丫头片子，小嘴巴巴的，是真会说呀。世子爷说什么？没什么，不是说要送给爷吗？有些着急送花的宁妍希完全没意识到此刻的自己正站在一块并不是很平整的石头上，且石头上面还有着积雪。脚下一个打滑，宁妍希惊呼着朝宋清燕扑去时比起宁三姑娘手中的红梅，这投怀送抱的谢礼也倒是觉得更好。抱歉，我不是故意的。第2回了。什么？宁三姑娘这是第2回占本世子便宜了，也记下了，以后可是要还的。马车上，宁妍希耐心地听月牙儿讲完，才知道府中发生了何事。姑娘，他是谁啊？还有这个糕点，月牙儿可不可以吃？月牙儿不可无礼，这位是宫里的云兰姑姑，以后也会跟在你家姑娘我身边。月牙儿要听云兰姑姑的话，知道吗？月牙儿会听话，现在可以吃糕点了吗？吃吧。姑娘，可否同奴婢说说府里的情况？奴婢怕自己不熟悉，行事犯了主子们的忌讳。相信姑姑看得出来，我并非如同表面一般。是，奴婢看得出也明白。姑娘放心，太后娘娘既把奴婢给了姑娘，往后奴婢就只有姑娘您一个主子。回永平伯府的一路上，宁妍希简单把府中情况跟云兰说了说，同时也说了张氏要留下她嫁妆和要给她下绝子药的事。
宁妍希下了马车，才发现宋清燕的马车就跟在她的马车后，护送了她一路。宁妍希朝着宋清燕的马车盈盈一礼，这才转身踏入了府门。爷，回吗？回什么回呀？不是说永平伯府出事儿了吗？你还不许盯着？可属下去了，爷您怎么办？怎么的？爷坐在马车上还能丢了不成？叫你去就去，废话忒多呢。季风朝天翻了个大白眼，心里逼逼道：也不知道刚才谁说的，永平伯府屁事那么多，都要管得过来吗？现在这个巴巴叫自己去盯着的人又是谁？都说女子善变，季风觉得他家爷比女子还善变，就跟那6月里的天似的，前脚风和日丽，后脚就暴雨倾盆，总之就是一会儿一个样。心里又在说爷的坏话呢吧？怎么可能？爷您这么英明神武，风流倜傥，花见花开，我见犹怜。滚！好嘞，属下立刻马上这就滚。妍希给祖母请安，给父亲母亲请安，给姨娘们请安。好孩子，快起来吧，快过来祖母身边坐。云兰姑姑，这是奴婢卑贱之人，担不起夫人您的一声姑姑，往后唤奴婢云兰就好。太后娘娘心疼姑娘年幼，婚期临近，琐碎事又繁多，特意遣了奴婢来姑娘身边照看一二。老夫人、伯爷、夫人，敢问府上姑娘的嫁妆如今存放于何处呢？奴婢今日出宫前，太后娘娘特意把之前伯爷送入宫中的那张嫁妆单子给了奴婢。太后娘娘吩咐奴婢说，姑娘和世子爷的大婚轻忽怠慢不得，让奴婢把姑娘的嫁妆提前都再仔细检查一遍，瞧瞧那些个瓷器什么的可有裂纹或者是缺口，若是有，务必要晚上换上新的，否则多少有些不吉利。是，太后娘娘说的是。尹华，一会儿啊，你就让人把宫库里3件的嫁妆都清点出来，搬到点翠轩。是，母亲，儿媳醒的的。三姐儿，这是你父亲新纳的姨娘，名唤林雪。妍希见过林姨娘。三姑娘好。成了，人也都见过了。三姐儿留下陪老婆子我说说话，你们就都先回吧。何事？几乎是世子夫人来铺子里了，且看上那套珍珠头面，小人不知报多少价格合适，便想问一问世子爷。行，我知道了，你且等着吧。正坐在房中桌案前查看珍宝阁账本的宋清燕听见了房门处的动静，也听见了季风和掌柜的谈话。告诉掌柜的，对半价卖给三姑娘就是了。爷，你还要收钱啊？不收钱？你以为他会要？那爷是不打算告诉夫人这珍宝阁是您的产业？暂时先不说。珍珠头面2500两，松鹤玉佩1300两，松锦嵌翠玉抹额800两，和田玉球一对1000两，共计5600两。5600两，掌柜的没算错。宁三姑娘也算是老主顾了，临近年节，东家心情好，会收老主顾，所以这些个东西都是讲过价了的。行吧，那就多谢掌柜的了。祝掌柜的新年行好运，也祝珍宝阁的东家新年鸿运当头，财源滚滚。没见付账。好嘞，谢三姑娘吉言，小人这就给姑娘您把东西抱起来。慢着，这套珍珠头面本姑娘要了，本姑娘出3000两。文姑娘，这珍珠头面已经被这位姑娘买下了。买下了？她付银子了吗？银子已付，如今这套头面是我的了。拿上东西，我们走。宁妍希，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跟本姑娘抢东西？文姑娘这话我怎么有些听不懂了？何谓我抢你的东西？掌柜的以及在场诸位皆可作证，这珍宝阁是我先来的，这珍珠头面也是我先看上并且买下的。要说抢，如今文姑娘拦住我的去路，莫非是强买不成，还想明抢？掌柜的，这套珍珠头面本姑娘是打算买来送给我长姐的，我长姐是谁
想必你心里清楚，孰轻孰重，我信掌柜的，你心中自有衡量。难不成你想为了个区区永平伯府得罪怀王府不成？小人开门做生意，自是不好得罪贵客，可今日之事，无论说去哪儿，都非我珍宝阁的错。若是文姑娘想寻人说道说道，小人倒也是无惧的。你，好好好，掌柜的你好得很。本姑娘倒是要看看，得罪了怀王府，你以后还如何在京城立足？你们这珍宝阁还如何开门做生意？青儿见过世子。文姑娘好大的威风啊，连本世子的人都敢欺负。过来。世子爷安好。这位就是跟世子爷定亲了的永平伯府的三姑娘啊，果然是个大美人，也难怪能入世子爷的眼。是呀是呀，瞧瞧这俊男美女啊，全京城啊，怕是就这一对最为养眼了吧？你说的对，这世子爷和宁三姑娘还真是天作之合，甚是般配啊。叫人欺负了？青燕哥哥，我可没欺负他，你别误。本世子问你了吗？还有，本世子只有瑞姐儿一个妹妹，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跟本世子攀亲戚的。本世子嫌晦气。你什么你啊？文姑娘要耍威风也得看人，本世子的人是你能欺负的吗？若是再叫本世子知道你欺负我的未来夫人，本世子就去找文尚书好好说道说道，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教女儿的，把女儿教得这般寡廉鲜耻。他到底哪里比我好？不过是低贱的庶出，外加更是最为人所不齿的满身铜锈的山谷。都说龙生龙，凤生凤，一个下贱的姨娘能生出个什么好货色？你瞧瞧她那一副勾栏瓦舍的狐媚做派，她哪里配得上你？你居然敢打我啊！你们都是死人吗？还不给我把他按住了打！宋青燕，你到底有没有心？我文青儿爱慕你多年，不顾念自己的名声，始终追在你身后，更是为了你至今都不曾议亲，你却为了这么个贱人这般待我。文青儿，你说这话自己不觉得可笑吗？是本世子让你爱慕我的，你不顾自己的名声，本世子还嫌你追在我后面坏了我的名声呢。掌柜的，小人在，世子爷有何吩咐？你这铺子里可有镜子？回世子爷的话，自然是有的。拿一面给文家姑娘，让她好好照照。宋青燕，你欺人太甚！多谢世子爷帮妍希解围，若是无事，妍希便就先告辞了。爷冒着得罪怀王府和尚书府的风险替你解了围，你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谢，就想把爷给打发了？那世子爷想让妍希如何谢你？说起来，这文姑娘为难于我，还是为着世子爷你，不是吗？那照你这么说，都是爷的错了？唉，到底不是之前宁三姑娘信誓旦旦想嫁给本世子的时候了，如今这是得到了便不珍惜了。瞧着已经午膳的时辰，若是世子爷得空，妍希请世子爷用膳以作答谢，如何？夫人此提议甚好，爷他晨起就未用什么早膳，此时想必定然是饿了，不如就去渔阳楼吧，爷最喜欢他家的鱼蟹豆腐汤。那可真是太巧了，渔阳楼刚好是我家姨娘名下的铺子，我家姑娘也是最爱渔阳楼的鱼蟹豆腐汤。是吗？那确实是巧了，夫人和爷竟然连口味都一样，这可真是天大的缘分，难怪夫人能成为我家爷的夫人。缘分啊，天大的缘分。姑娘，鱼蟹豆腐汤好喝吗？好喝，特别的鲜。若是世子爷没意见，那便去渔阳楼。姑娘来了，小人见过姑爷，姑爷万安。可还有旁的雅间，或是雅座和散座都行。现下是午膳时分，楼内除了东家自用的那处雅间，其余座位全满了。不过雅间倒是也足够大，里头摆着2桌，中间屏风一格，倒也2相便宜。
我就要这些，你看看可还有要添的？不用了，这些就够了。我们这桌就按世子爷点的上，至于隔壁他们人多，就让他们自个儿点吧。好嘞，那姑娘和姑爷稍后。今日多谢世子爷，妍希以茶代酒，敬世子爷一杯。三姑娘倒是也不用如此客气，毕竟爷是在帮自己媳妇儿。怎的？窗外的景色比爷更好看。爷可是记得当日三姑娘说爷玉树临风，天人之姿，自是好看的。如今这还未过门，难不成爷这张脸对三姑娘就没了吸引力了？可喜欢吃螃蟹。应妍希闻言下意识点点头，本他只以为宋清燕是随口一说，可等他喝完一碗汤抬起头时，就见宋清燕擦干净手，把一碟子剥好了的蟹肉推至了他面前。看什么呀？不是喜欢吗？怎么不吃啊？谢谢。二姑娘，莫要再哭了，您这已经哭了一路了，仔细哭坏了眼睛，一会儿夫人瞧见了可是会心疼的。滚开啊！母亲心疼有什么用？我活该哭瞎了才好，也好叫青燕哥哥知道我有多喜欢他，说不定他还会心疼我几分。姑娘，那永平伯府的大姑娘早前不是给您传了信儿，说年初3宋世子会去他们府上拜年吗？那又如何？我去了，还不是最多只能见上青燕哥哥一面。姑娘，你想啊，你与那宁大姑娘往日里也不过是点头之交，谈不上有多亲厚，她又何意特意给您传了信儿呢？你是说她也不想让宁妍希嫁给青燕哥哥？那宁家大姑娘素来是个心气儿高的，以往集会姑娘可见过她给旁的府上那些庶出的姑娘有什么好脸色吗？奴婢也没少听人提起过，她连自家府中的庶出姐妹言谈之间也多有嫌弃之意。她这般的一个人，早前老侯爷寿宴那日就如此丢于人前，又让庶出的妹妹得了桩好姻缘，硬生生压过她一头，姑娘觉得她会甘心吗？你说的对。奴婢瞧着那宋世子也不过是一时被那宁三姑娘的狐妹子长相迷了眼，姑娘不妨先给宁大姑娘下个拜帖，明儿去探一探她的口风。她既不想庶妹成为世子夫人，说不定已经有了什么好法子能助姑娘成事呢。你言之有理，贝笔墨，本姑娘现下就写拜帖。对呀，宁大姑娘既然这么讨厌宁妍希，如若我将今日之事添油加醋地告知于她，想必她定然会想法子不让宁妍希那小贱人好过。哼，宁妍希跟我作对，本姑娘定要你好看。姑娘，方才门房小厮递来了文二姑娘的帖子。姑娘为何发笑？我在这抄女诫女训，抄的手都快断了。她宁妍希倒是逍遥快活得很呢，不过就是得了个圣旨赐婚，她还真当自个儿攀上了高枝，成了鼎鼎尊贵的人不成？殊不知庶出就是庶出，永远都是那下贱胚子。我这就去告诉父亲，一会儿让父亲好好教训下他。姑娘，您自个儿去说，怕是不妥。怎么就不妥了？姑娘，你想啊，早前侯府的事儿，主君到现在还有些生姑娘您的气呢。再如何，您和三姑娘那是亲姊妹，三姑娘如今得了圣旨赐婚，且许配的又是威远侯府的世子，主君怕不是会以为您嫉妒三姑娘，故意污蔑她，到时候事情办不成，反倒叫主君觉得您不慕姊妹，少不得还要训斥您几句。难不成就这样放过她？姑娘特意去说，哪里有让主君自个儿无意中听见来的好？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得亏有你提醒我，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吧。诺，姑娘您就等着看好戏吧。哼，你在外惹是生非，叫为父如何能安？你给我跪下！你说说你，姑娘家的临近婚期，不在家中好好的待着，跟你母亲多请教下治家之道，出府闲逛也就罢了，那文家姑娘是谁呀？人家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啊？就凭你
也配跟他争东西？父亲，女儿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行事从不敢有半分逾矩。今日之事，父亲可否容女儿分辨一二？分辨？你有何好分辨的？你说，为父倒是要听听你如何狡辩。多谢父亲。女儿今日出府是想着年节将至，但年节一过，没几日女儿便就要出嫁了，往后也不能继续在父亲膝下尽孝，因此女儿便想着最后一次在家中过年，定要给父亲母亲还有祖母准备份像样些的年节礼，这才出了府。女儿知道自己身份低微，只是庶出之女，也不敢在外头与人争强好胜。只是女儿自己受辱不要紧，却不能丢了咱们伯府的颜面。那文家姑娘说女儿出身低贱，可女儿虽不是正式嫡出，但也总是伯府，是父亲您的女儿。她说女儿低贱，那父亲您又算什么？咱们伯府又算什么？更何况她想与女儿相争的哪里是东西？她不过是因为爱慕宋世子，见不得女儿被圣上赐婚给了宋世子，才故意寻衅滋事。父亲您好好想想，若今日女儿退让了，咱们伯府岂非让人笑话？而且今日宋世子也在场，若是他以为女儿退让是不满与他的婚事，去圣上面前说些什么？即使侯府如何看待父亲，圣上又将如何看待父亲？走入正厅，宁颜月先是向永平伯见了礼。你怎的过来了？女儿自知早前的事害爹爹丢了颜面，心中甚是愧疚，且自责不已。最近抄写女诫女训时，女儿也多有反思。爹爹素来写得一手好字，女儿想着抄写的女诫女训是要送入宫中给太后过目的，所以便拿来先请爹爹看看，可有不妥之处。女儿也是想着，若是字迹端正些好些，也好叫太后娘娘看出女儿是真心悔改之意，能对女儿对咱们伯府有所改观。你有心悔过总是好的，你这一笔字倒是进意颇大。那也是多亏了爹爹往日里的悉心教导。永平伯放下手中的纸张，接过宁颜月递来的茶盏，呷了口茶。习字讲究持之以恒，虽有进意，但日后也万不可懈怠。女儿醒得道：爹爹，三妹妹的事，女儿方才也听说了些。这事儿如何能怪得三妹妹？分明就是那文二姑娘胡搅蛮缠。虽说三妹妹动手打人总是不对的，可女儿觉得三妹妹打得好。此事就算怀王妃知晓了又如何？难不成她妹妹打咱们伯府的脸面就使得，咱们打尚书府的脸面就使不得了？你说什么？动手打人？孽女！你这个孽女！父亲，是女儿说错话了，您消消气。反正今日之事，女儿觉得三妹妹无错。你莫要再向着这孽女说话。那文二姑娘是何人呢？那可是怀王妃的亲妹妹。怀王爷是皇长子，如今已是历楚呼声最高的王爷，得罪了他，我们府上焉能有好果子吃啊！我今日非要好好的教训教训这孽女。来人呐，取家法来。你怎的来前院了？妾知晓主君近来府衙事务繁忙，想着主君辛苦，便亲手炖了股补汤给主君补补身子。不过瞧着这妾身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呢。是时候，你来的正是时候。爷今日午膳忙的都不曾有时间用，现下还真有点饿了。那主君快尝尝，这汤妾身炖的可还合主君心意？不错，你且放下吧，爷自己来。林雪就看明白了宁妍希的眼神示意，便也就没有着急开口，只静立在了永平伯身侧。他那双美眸暗含着秋波，直勾勾地看着喝汤的永平伯，叫人瞧见了，只觉里头那绵绵情意深似汪洋大海。父亲，今日之事，
女儿不敢说自己半分错处都无。就如大姐姐所说，女儿动手打人总是不对的。不过女儿并不后悔动手打了文二姑娘。圣上以孝治天下，女儿入宫给太后娘娘请安时，更是亲眼瞧见了圣上对太后的敬爱。圣上乃是真龙天子，更是天下万民之表率。女儿自以为照着圣上的心意行事总是无错的。文二姑娘今天辱我生母，女儿若是什么都不做，任凭她唾骂，岂非有违圣业，有违孝道？主君，妾身份低微，本不该在儿女教养一事上多嘴的。不过方才妾身进来之前，倒也无意间听了一耳朵。妾以为今日之事，三姑娘言行会有莽撞不周之处，但也着实算不上是三姑娘的错呀。正如三姑娘所说，圣上都主张孝道为本，若主君为了今日之事严惩了三姑娘，岂非有违圣上心意？那怀王爷呼声再高，地位再尊贵，能尊贵得过如今圣上？话落，林雪凑到永平伯耳边小声道：而且三姑娘不日即将出嫁，若身上有个什么伤痕的，大婚夜世子瞧见了，怕是会心生不快的。永平伯听林雪说完，忽如醍醐灌顶。是啊，怀王爷呼声再高，作为继后嫡子的端王爷亦是不可小觑。而且宋世子颇得皇上宠爱，威远侯府又手握兵权，无论是怀王还是端王，都不会去轻易得罪宋世子。既如此，她这个作为未来世子夫人的女儿，也只会是怀王妃和端王妃争相想要交好的对象。这事儿虽不全然是你的错，是那文家姑娘挑衅在先，但你也并非全然无错。哪个男子会喜欢一言不合就拳脚相向，如市井泼妇般的女子啊？往日里那些圣贤书你也不曾少读，遇事要懂以理服人，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终非是闺阁女子应有的行径。这样吧，基于你即将出嫁，为父就不对你施以严惩了。你回去后好好的反省，抄写女诫、女训各事变，3日后教育为父。是，女儿知晓了。爷，那永平伯父女俩真都不是个东西，夫人在这虎狼窝里，怕是小时候吃了不少的苦。走，去风月楼。季风一听就知道自家爷是要去给夫人出气了，随即应了一声，就钻出车厢去了外头驾车。云醉见过主子，给主子请安。这一季度生意如何呀？回主子的话，这一季的生意较上一季稍好些，不过也相差不多。账本云醉已经备妥，随时可以呈上供主子检阅。爷信你，账目就不用看了。也有件事儿要交给你去办。云醉但凭主子吩咐。今日珍宝阁之事，你可听说了？云醉听到了些许，不过不曾细究，不敢妄加言语。方才路过，爷看见怀王府的马车了，眼下他可还在？回主子，怀王在听雨阁，秦志正弹琴作陪。你这样，奴给各位爷请安了。楼里今日新到的龙源圣雪，云管事特意吩咐奴送来给各位爷品上一品。文家公子，奴方才听人说起了些闲话，寻思着或许您会想知道。哦，是何闲话？事关文家姑娘，文公子可要介意不说话？无妨，都是自己人，你且直说便是。奴方才听人说，文家姑娘在珍宝阁出言侮辱威远侯府的未来世子夫人，又正巧被那世子爷撞了个正着，闹得很不愉快。且文家姑娘言语中好似还有些大不敬之言。有人瞧见不久前宋世子往皇宫方向去了。本王即刻入宫，看看能不能拦下宋青眼。你现在回府，将此事告知岳丈和岳母，让他们好好教导教导亲家。是，王爷，我知道了，一定让父亲母亲对妹妹严加管教。爷神机妙算，怀王爷追来了。王爷，
宋世子的马车就在前头。加快速度，追上去。诺，季护卫，我家王爷与世子有话要说，还请停车。季风闻言停下马车，下了车辕，双手抱拳，朝下了马车的怀王行了个礼。季护卫不必多礼。王爷，今日之事，本王已知晓，是本王那小姨子的不是。只是这事儿说到底也不过是姑娘家吵架拌嘴之事，不知宋世子可否给本王几分薄面？圣上日理万机，政务繁忙，就莫要去劳烦圣上了。王爷的面子，在下自然是要给的。只是文姑娘今日辱我未婚妻以及岳家，知情的只以为是姑娘家之间的争风吃醋，不知情的怕是会以为文家对圣上有所不满。毕竟这婚可是圣上御赐的呀。再者，文姑娘今日大放厥词，即便这状在下不告，怕是有心人也会传入圣上耳朵里。文姑娘可是说了，得罪她就等于得罪怀王府，要让人在京中无法立足，生意也做不下去呢。本王多谢世子提醒，今日之事，本王定然询文尚书，好好聊聊，必定让他严加的管教文清儿。明日本王就让王妃携文清儿亲自前往永平伯府登门赔罪，世子以为如何？步入正厅，宁妍希先是规矩的给怀王妃见了礼，随即又向上首位的张氏和老夫人见礼问安。本妃也不知道宁三姑娘喜欢什么，这镯子就当是本妃给三姑娘的见面礼了，还望三姑娘能喜欢。王妃谬赞了，这镯子太过贵重，妍希不能收。哎，怀王妃制止了宁妍希要退下镯子的动作。本妃一见你就甚觉亲切，见面礼而已，谈不上贵不贵重的，一点心意，三姑娘就莫要推辞了。希姐儿，既是王妃赏的，你就收下吧。妍希谢过王妃赏赐，咱们也别站着了，坐下说说话。昨日是我口不择言，冒犯了三姑娘，也冒犯了府上，父亲和母亲狠狠罚了我，我也深刻反省了自己的错误，还请三姑娘原谅我。来之前我怎么跟你说的？道歉须得诚心诚意，跪下，给三姑娘磕头赔罪。王妃言重了，妍希也有言行不当之处，今日也该跟文姑娘赔个不是才是，还望文姑娘原谅则个。希姐儿说的是，她也有错。说到底啊，也不过是姑娘家拌了两句嘴。王妃大度，不计较希姐儿的失礼，以示宽容，这下跪赔罪是万不敢当的。是呀，这小姑娘家的，吵两句嘴而已，说开了也就好了，实不当王妃如此啊。老夫人和伯夫人大度，亦是治家有方，三姑娘行事得体，哪像本妃这妹妹，实在是被我们宠坏了。言罢，怀王妃看向文清儿，又继续道：既然三姑娘大度，不与你计较，此事暂且就原谅你了，但绝不许有下次，以后你必须谨言慎行才是。长姐训斥的是，小妹记下了，日后必当谨言慎行，万不敢再犯。文夫人，你最好在我还愿意好好跟你说话的时候让开，否则就莫要怪我对你不客气。宋夫人，你先冷静冷静，我也不是要拦你，可事已至此，你闯进去了又能如何呢？届时难堪的不都还是你我的孩子？要我说，什么事已至此，现在不过都是你家丫头的一面之词，在没亲眼看见里面的人是我儿之前，我一个字都不信。就算里头的人真是我儿，我也要听听他怎么说。我威远侯府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使些个见不得人的手段就能赖上门的。你，宋夫人，你还是留些口德的好，我文家也不是好欺负的。切，你文家不好欺负，难不成我宋家就好欺负了？今日之事，
若叫我知道我儿是中了你家的算计，若无事便罢了，若伤及我儿的身子，我定要到圣驾跟前去问问，你们文家到底是怎么教女儿的。青燕哥哥，青燕哥哥，青儿还要。两位夫人有话好好说，光争吵也无济于事，还是想想此事该如何解决才是啊。你闭嘴，你闭嘴！吵得面红耳赤的宋夫人和文夫人现下哪里听得进去别人的话，不过也就是张氏插嘴的这一刹那，倒是叫侯夫人寻到了空隙，直接一个侧步快速越过文夫人来到房门前，一脚踹开了房门。侯夫人已经抬步入了房内，虽然有一层薄纱质地的床帐遮掩，但侯夫人只一眼便看出了床上的男子不是自家儿子。认出不是宋青燕，侯夫人也懒得细瞧那男子到底是谁，毕竟眼前迷乱的这一幕，她多看一眼都只觉得脏了眼睛。三妹妹，你也莫要太伤心了，男子三妻四妾本就平常，你与宋世子有着圣上赐婚，即便文家姑娘嫡出的身份比你尊贵许多，可先来后到，想必她就算是以平妻的身份入府，也总是越不过你去的。多谢大姐姐宽慰，大姐姐说的对，男子三妻四妾本就平常，若是世子真的中意文二姑娘要娶她进门，想来有圣旨赐婚在前，世子也不会让她越过我这个正妻去，我又有什么好伤心难过的。宋夫人，你也瞧见了，现下事已至此，你们宋家是不是也该给个交代？交代？什么交代？温夫人可不该找我要什么交代啊？难不成宋家是想要耍赖，不想负责不成？宋夫人，别以为你儿子得圣上眷顾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今日若是你宋家不给我文家一个交代，我文家定不会善罢甘休。侯爷，我虽不如你身有爵位，可我文家也不是可以任人随意欺凌的。今日你儿与我儿已有了肌肤之亲，还请侯爷给句话吧，此事该如何解决？文大人放心，今日都是我那孽子的错。既然……宋伯玉，你个狗东西，你才是孽子！不会说话，你就给我把嘴闭上！什么都不知道，你在这狗叫个什么？你若是再敢胡说，别怪我不给你脸面！你这个泼妇！水儿，你不去劝劝大夫人吗？劝什么？我娘又不会吃亏。我知道，可到底有碍大夫人在外的名声。嗨，我娘才不在乎脸面名声那些个东西呢。她从小就教我，世事总对女子诸般苛刻，且女子一生出嫁后就困于后宅，只能相夫教子，伺候公婆以示不幸。虽有能力活得自在点的时候就随性些，名声脸面那些个东西就不能拿来当饭吃。泼妇怎么了？至少不像你个狗东西，一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开口闭口说不出一句人话。你何静，你莫要太放肆了。还放肆？我还放5、6、7、8呢，你能奈我何？我要……宋伯玉，说呀，怎么不说了？你今日若敢把话说完，我倒还敬你3分。你若是不敢说，就给我闭上你的臭嘴。我儿子的事，轮不到你做主。你这个泼妇，我不允你逞口舌之快。那孽子做出此等有伤风化之事，难不成你还不给人家个交代？那侯爷不妨说说，爷做了什么有伤风化之事，需要给人个交代？宋世子，你怎么在这儿啊？爷不该在这儿，那爷该在哪儿？我们就是好奇啊，既然世子你在这儿，
那房里那个究竟是谁呢？怎么刚才文二姑娘发浪还直叫世子你的名字呢？房里的是谁，本世子不知道，只不过文上说你女儿3番2次回本世子名节，你文家看来还是没把怀王的话听进去啊。罢了，本世子晚点还是入宫找皇上讨个公道吧。宋世子啊，是我误会你了，文某给你赔个不是。今日之事是小女糊涂，扰了伯府的宴，文某想给伯爷和伯夫人赔个不是了，改日定当备上厚礼，登门致歉。文大人言重了，还是先解决了眼前孩子们的事吧。我不同意，我不嫁。我也不同意。娘，她闭嘴。青儿，你胡闹也要有个限度。娘，我才不要嫁给他，我只想嫁给青燕哥哥。话落，文青儿自顾自地走到侯夫人面前道：宋夫人，你就让我嫁给青燕哥哥吧，我真的很喜欢他。宁妍希不过是宁家的庶女，她哪里比我好？兄长，文青儿这里是不是有病啊？都这样了，她居然还异想天开着要嫁给你，难不成她以为兄长你是捡破烂的吗？宋夫人，你看看我是文家嫡出的姑娘，姐姐又是亲王妃，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我什么都会，我才是最配得上青燕哥哥的那一个。若是宋夫人担心圣旨赐婚，那我让我姐夫进宫去求圣上，让圣上收回旨意，再把我赐给青燕哥哥做正妻如何？青儿，不可胡言。孽女，你给我闭嘴！文二姑娘说笑了。宁三姑娘虽是个庶出的，可她知晓礼数廉耻，又懂规矩，对她本夫人是再满意不过的了。况且她和燕哥之间不光是圣上的赐婚，也是燕哥自愿娶的，本夫人不会逆她的意，只能辜负文二姑娘的一片痴心了。既然文二姑娘不愿意，那这门亲事便就此作罢吧。请安，我们走。父亲，文二姑娘中意兄长是事实，可是我与她阴差阳错之下有了肌肤之亲亦是事实。为男子者理应顶天立地，承担起自己该承担的责任。虽然文二姑娘不钟情于我，可我还是愿意对她负责的。青安哥哥，你要娶她？你当真要娶她？那我呢？月儿妹妹，今日之事虽非我本意，可是说到底总归也有我的错。文姑娘清白之身已然给了我，我也不能不对她负责任。我相信你能体谅的，对吗？不，我不体谅。凭什么要我体谅啊？是文青儿她自己犯贱，想着算计宋清燕生米煮成熟饭。难道你要娶个心里有别人的女子为妻吗？那我呢？我算什么？青安哥哥，你说过的，你说你这辈子最爱的只有我的。文青儿，你个贱人，你好不要脸！睡不到宋清燕，就睡我的青安哥哥。我真后悔，真后悔今日帮了你。宁颜月，你发什么疯？还不是你的人做事不靠谱，下错了药，我还没怪你呢，你反倒还先怪起我来了。当初我就说了不行，是你非要这么干的。怪我？你哪来的脸怪我？是，的确是我要这么干的，可又是谁先给我下的帖子，说有办法帮我得到青燕哥哥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自己不甘心，不甘心庶出的妹妹嫁入侯府，成为世子夫人压过你一头。现在你又发什么疯？你稀罕宋清安，我可不稀罕。你以为我愿意啊？我发疯？我呸！你不稀罕？不稀罕你方才发什么浪？不稀罕你让你爹娘带着你滚呢？留在我家商量什么亲事？你不稀罕？有本事你别嫁！不嫁就不嫁，
我本来也没打算嫁。我说了，我这辈子只嫁给青岩哥哥。住口！闭嘴！1月初8，孟春的季节，世界万物逐渐开始复苏，枝桠抽出了嫩芽，花朵长出了新蕊，正如同宁妍希即将到来的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姑娘本就生得一副好颜色，倒叫我这个老婆子的手艺呀，无用武之地了。老婆子我见过的新娘子不算少，可如姑娘这般的，只需上些胭脂的，还真从未遇见过呢。这洗钱呢，倒是叫我挣得有些亏心了。论容貌，这满京城我家姑娘称第2，谁还能称第1？姑娘最美，最美。婆婆别听他们胡言，这一山还有一山高，这话传出去了，倒是要叫人笑话的。姑娘放心，咱们私底下的玩笑议论呢，老婆子不会出去瞎传的。好了，姑娘看看可还满意？桃花浅深处，似云深浅妆，姑娘当得上一句倾城绝色，今儿啊，定叫姑爷看迷了眼去。就是，如我家姑娘这般的美人儿，谁娶到那是上辈子做多了善事才修来的福分。姑娘好美呀，月牙以后出家也要画这个。你才多大啊，就想着要嫁人了？老婆子瞧这小丫头也11、12岁了吧，那也不算小了，也就再过个3、4年就到出嫁的年纪了。几人说笑间，宁妍希只见温姨娘和恒哥掀了门帘走入了房中，看着已经打扮完了的女儿，温姨娘上前坐在宁妍希身边，握着她的手，眼眶微红着道：娘的希儿真的是长大了，她要嫁人了。娘还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啊，小小的一只，这时间怎的就过得这般快呢？姨娘，女儿只是出嫁，又不是卖与他人家了，女儿会常回来看您的。姨娘，今日是阿紫出阁的大喜日子，可不行的哭。对，恒哥说的对，今儿啊是希姐大喜的日子，不能哭，娘这是高兴的。阿紫，你虽然今日出阁了，可你要记得，你还有我这个弟弟，若是日后受了委屈，也别忍着，定要回来告诉我，我一定会为你讨个公道的。好，阿紫会记得恒哥的话。三姑娘啊，可不能哭啊，一会儿妆再花了就麻烦了。姐姐，我来给三妹妹添妆。三妹妹今日啊，这妆容甚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也不过如是了。这晚些宋世子瞧见了，定然得叫三妹妹给惊艳了去。三姐姐今日可真好看，妹妹想着金银俗物那些，三姐姐也不缺，便亲绣了一幅百子千孙图给三姐姐做添妆。祝三姐姐和三姐夫琴瑟和鸣，百子千孙。四妹妹有心了，多谢你。宋清燕今日一袭喜庆的红袍，大红色的锦衣面料在阳光的照射下韶光流转，她俊逸出尘的脸上此刻一改往日的玩世不恭，挂上了一丝谦和有礼的笑意。今日宁某托大，称呼宋世子一声三妹夫，若想要进门接人，三妹夫可得先过了咱们这一关才是。别墨迹了，赶紧的，五笔还是文笔？江小公子，这大喜的日子里五笔多不合时宜啊，这当然得是文笔了。管你是五笔文笔，没我们宋兄不行的。就是啊，我们的新郎官当初可是6元及第的状元之才，你们难道还想难倒他不成？既然如此，那为兄也不在妹夫面前班门弄斧了，这大喜的日子免得贻笑大方。那宁世子的意思是不比了？那行，那就赶紧让我们进去吧。呼！哎，等等，江小公子总要等宁某把话说完吧。比是比不了，但怎么说，这催妆师总要做上一手吧。行，不就是催妆师吗？容我想想。传闻竹下调红粉，明镜台前别作春。不须面上浑妆却，留住双眉
带化人。好一个不须面上魂装雀，留着双眉带化人。宋世子果真不负6元及第之圣命啊！既然好，那还不赶紧让我们的新郎官进门去接新娘子啊！别拦了，拦什么拦？有这功夫多抢点喜钱不好吗？1拜天地，2元天定，2拜高堂，父母安康，夫妻对拜，永结同心。礼成，送入洞房，请新郎官接喜帕喽！合卺交杯，夫妻恩爱，朝朝暮暮。小希儿这是害羞了，所以连看爷一眼都不敢。没有。没有什么？没有害羞，还是没有不敢看一眼？世子饮酒无妨，少饮些无妨。今日大喜，也总不能一杯都不喝。季风，去取些吃食来。饿了怎么不叫丫鬟去厨房取吃食？起先不饿，后来睡着了也没什么感觉。睡饱了也好。没什么，爷是说夫人一会儿多吃些，让夫人饿着是为夫的不是了。世子这是要去哪儿？爷去偏房沐浴，不然这洞房花烛夜，为夫臭烘烘的，怕是夫人不让为夫上床啊。宁妍希穿着大红色的寝衣从屏风后走出来的时候，就看见床榻上的宋清燕忽然起身，直直就朝自己走了过来。还没等他有所反应，就感觉腰间一紧，整个人都被宋清燕以一种强硬姿态给搂在了怀里。随即宁妍希只觉唇上一重，随即呼吸就被人给强势掠夺了去。希儿身上好香啊！世子，你别这么看着我。希儿生得美，爷情不能自已。宋清燕看着睡过去的宁妍希，满足地将人搂紧在怀里，也闭上眼一同入了眠。只是睡着的两人都没发现，宁妍希后背左肩处一朵别样的花朵渐渐显现了出来，含苞待放的花朵渐渐盛开。哟，大嫂嫂来的可真够早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是希儿记错了敬茶的时辰来晚了，还请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原谅心腹这一回。好孩子，快起来吧，你没来迟，谈何原谅？莫说你大嫂嫂未来迟，即便她来迟了，新婚3日无大小，她也无错。遑论长辈都在这儿，还轮不到你一个小辈开口说3道4，这便是你的规矩教养。母亲，于姐儿还小，她也就是同她大嫂嫂开个玩笑而已。于姐儿，还不快给你大嫂嫂道歉？对不起，大嫂嫂。无妨的，想来二妹妹同我一样，许是也记错了时辰。祖父、祖母，请喝茶。你既嫁到侯府，作为本侯的儿媳，也算半个女儿。作为父亲，本侯有几句话要提点提点你。是，父亲请说，儿媳静听。你既身为人父，对于夫君的所言所行，就该尽到劝谏之责，而不是一味的纵着他不顾礼法。随着一声茶杯落地的碎裂声响起，在众人还没反应过来之际，宁妍希已经被一股强硬的力道拉拽着站起了身。茶杯的碎片裹挟着茶水四下飞溅，一大部分都溅在了威远侯的衣袍下摆上。子不教，父之过。爷不守礼，不懂规矩，那是侯爷教得好。毕竟侯爷自个儿就是个嫡庶尊卑不分、不讲规矩的。你放肆！我是你爹，也可以不是。孽子，你什么意思？你不认我这个父亲，
有本事你别承袭我宋家的爵位。公爹息怒，心腹身子骨弱，年节期间还染了些许风寒，至今也未曾好全。夫君这般激动，也只是心疼心腹，还请公爹看在心腹刚过门的份上，原谅则个。今日夫君本是要同心腹一道来敬茶的，是心腹惦记着夫君身子有恙，不舍夫君早起，这才没有叫醒夫君。千错万错，都是心腹的错。公爹若是不满，就罚心腹一人吧。哼，唉。公爹请喝茶，母亲请喝茶。随后直接将自己腕上一只翠玉镯褪下，戴到了宁妍希手上。这是侯府家传之物，亦是侯府主母的信物。当初我过门的时候，母亲将这镯子连同掌家权一起交给了我。今日啊，我便将它和府中钟馗一起交给你了。以后啊，燕哥儿就交给你了。他脾气倔，你呀，多担待着些。夫君很好，倒是心腹自身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往后还请母亲多指教。心腹刚长家，恐会有不妥之处，届时还望母亲多担待。无妨，你刚嫁进来，难免有时会有些疏漏。若是有什么不懂的，你只管来询我就是。多谢母亲。马上啊就要15了，蕊姨娘，你和于姐儿替老夫人手抄经书各10卷吧。届时去崇明寺进香时，正好置于佛前供奉。小希胡思乱想什么呢？也只是在想事情。话落，宋清燕牵着宁妍希的手，随走随继续说道：不用担心，爷对他早就没有任何期待了。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已经记不得了。总之你记得，也不会为了那么个玩意儿伤神就是了。回到青燕斋，宁妍希和宋清燕坐在桌前用起了早膳。母亲是个直脾气，不喜欢弯弯绕绕的说话，你与她相处的时候有什么说什么便是。二房的蕊姨娘是个绵里藏针的，你与她接触时谨慎着些，小心着了她的道。至于三房的李姨娘，她原是祖母家的远亲，家中遭了难来投奔的。后来祖母看不惯父亲独宠蕊姨娘，刚好李姨娘也愿意，就许给了父亲做妾。她平日里要么待在自己的院子，要么在祖母院中伺候，这么些年看着也算安分。夫君不同我说说陈哥吗？陈哥儿今年5岁，他住在母亲的院子里，性子比较淘气，你多担待着些。他若是哪里惹你不高兴了，你别同我说，我教训他。若是你实在不喜他，我便让母亲多看着些，让他少来我们的院子。夫君放心，恒哥幼时也淘气，男孩子嘛，淘气很正常。他是夫君的儿子，我会把他当自己的孩子对待的。我信你。夫君，我舅父和舅母常年行商在外，你现下在寻的是哪位药材？我想着或许可以让我舅父舅母行商之际，顺带着打听打听。七瓣莲。七瓣莲？莲花？此花并非莲花，只因状如莲，开始7瓣，且每一片花瓣颜色各不相同，因此得名七瓣莲。那此花多生长在何处？夫君可知？古书上记载，此花多长于崇山峻岭向阳之处，现实中倒是不曾有人见过。可吃饱了？吃饱了。既然吃饱了，那小希就陪爷再睡会儿吧。昨夜的种种因为宋清燕的这句话再次浮现在宁妍希脑海中，感受着自己酸软的腰肢和腿，宁妍希被拖着走的步伐就有些抗拒起来。宋清燕似是感觉到了什么，转身直接将人打横抱起，放在了床榻上。夫人脸怎么这么红啊？别，夫君，白日里值班不好。哪般不好？为夫只是想试试夫人额头的温度，担心夫人风寒未愈，又起了高热。夫人这是想哪儿去了？好了，也不逗你了，
陪爷睡会儿。宁妍希本也没睡醒，只是迫于无奈才不得不起床去敬茶。现下吃饱了，还有个温暖的怀抱，不消片刻，他便沉沉睡了过去。小少爷慢点，慢点，小心摔着。哟，是哪个不长眼的挡了小爷的路？你就是我爹新娶进门的夫人？是啊，我是啊。你就是陈哥？妍希如是想着，看着宋雨辰白白嫩嫩还肉嘟嘟的小脸，就忍不住的伸手捏了捏。你怎么可以不经过小爷允许就随便捏小爷的脸？哼，我就捏啦，你能怎么样吧？你，哼，你不知羞，男女授受不亲，小爷要去告诉祖母，你轻薄小爷。小屁孩，你才多大呀，还男女授受不亲？你才小屁孩，小爷已经5岁了，才不是小屁孩。好，你不是小屁孩。那5岁的陈小爷，母亲可以抱抱你吗？小爷知道我很可爱，不过你想要抱我，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好啊，你想问什么？你会疼我、宠我，只喜欢我吗？我不想骗你。作为你的母亲，我当然会疼你、宠你。可如果你做错了事，我也不会一味的只纵容你。至于你说的只喜欢你，我可能也做不到，因为除了你，我也有我的家人，比如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他们也都是我喜欢的人。那你能喜欢我比他们都多吗？那看陈哥乖不乖啦。如果你乖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我可以喜欢你比他们都多一点点。那你会跟我抢爹爹吗？当然不会，你是你爹爹的孩子，永远都是。更何况我们陈哥这么可爱，我喜欢你，只会和你爹爹一起疼爱你，怎么会想把你爹爹抢走呢？真的？真的。骗小孩可是会变丑的哦，你这么好看，也不想自己变丑吧？所以你不能骗我哦。为了继续这么好看，我也不会骗你的。算你过关了，看在你不会跟小爷抢爹爹，会疼我、宠我、喜欢我的份上，就让你抱抱这么可爱的我吧。宋雨辰摸了摸自己脸上被亲的地方，嘴角弯弯的双手搂上宁妍希的脖子，也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小爷亲你不是因为你跟我一样可爱哦，只是你亲了我，我不能让你吃亏，所以勉强也亲亲你，让你高兴高兴。好，我知道了。我们陈小爷最可爱，谁也没有你可爱。也谢谢陈小爷不让我吃亏。那陈小爷，我现在要去鹤园看看，你要一起吗？那几只破鸟有什么好看的？又没有小爷可爱。不过看在你哄得小爷我高兴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去看看吧。娘，我不管嘛，我也要嫁妆。我可是嫡出的姑娘，凭什么她宁妍希一个庶出的嫁得这般风光，我却什么都没有？就算我只能为妾，可太后谕旨也没说我不能有大婚和嫁妆啊。行了，你还没个完了。当初你不听我的，如今来给我絮叨这些有什么用？现下有那文二姑娘算计宋世子一事，好不容易旁人已经忘了你和姑爷那一茬，你非要闹得这么高调，让别人再重新想起来侯府寿宴上发生的事儿。那我真就什么都不带的嫁过去，我那婆母如何看我？你管她怎么看呢？一个低贱出身的妾室罢了，你再如何，伯府嫡出的身份摆在这儿，他要想儿子好，也只会讨好你，不会针对你。那是之前，现在有了文清儿那个贱人，他不见得还会扒着我了。哎呀，你动动你这猪脑子！文家姑娘性子刁蛮跋扈，再加上她本也不喜欢姑爷，你觉得她能敬重你那个婆母？遑论她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婆母。切，19岁的老姑娘，
凭他也配嫌弃清安哥哥？贱人！那我去了侯府，总要拉拢人心吧？一点嫁妆都没有，我在侯府岂不是寸步难行？所以我之前让你和三姐搞好关系，他手里那么多东西，随便露出点也足够你在侯府的花销了。你呢，天生不听我的，自作主张。哎呀，好了，娘你就别说我了，我就是不甘心让他压了我一头嘛。我现在知道了，我去了侯府会和他搞好关系的，届时就让文清儿那个贱人跟他去斗就好了。我作壁上观，来个渔翁之利。哎呀，这就对了。你放心，明面上我给你备几台嫁妆，不惹眼，也没人会再提侯府寿宴上发生的事儿。私底下，娘从公账上划个10万两给你做私房钱，你自己可得把钱握住了，别被姑爷哄2句就傻不愣登的把这事告诉他。我就知道娘最疼我了。娘，你就放心吧，不还有文清儿这个正妻呢吗？她的嫁妆想来也不会少。届时我让清安哥哥先想法子，把她的嫁妆弄到手，我的钱我不会轻易拿出来的。怎的了？夫人，府上账上只剩下12万两的现银了。这若是一下子划走了10万两，马上又要支出府中下人的月钱，怕是撑不了2个月就该没银子可用了。没银子，你不会让谭副主管去找温姨娘？谭副主管本就是温姨娘当初带入府中的，她的身契什么的都在温姨娘的手中。三姑娘出嫁的前一日，她已经从府中请辞了，作为三姑娘的陪嫁奴才，跟着去了侯府。你不会直接去找温姨娘？这吞吞吐吐的干什么？有话就说。方才来之前，安嬷嬷已经跟奴才一道去过了温姨娘的院子里。这温姨娘说她没钱。什么叫她没钱？温姨娘原话就是这样说的。她说她所有的陪嫁铺子通通都给了三姑娘做嫁妆了，如今已经全部都归在了三姑娘的名下，所以往后她也没钱了。什么？好个温氏，好个小贱蹄子，竟然敢在本夫人眼皮子底下耍花招！主君呢？主君在林姨娘的院子里。贱胚子，青天白日的就知道勾着主君做些没脸没皮的事儿。爷，该喝药了。放着吧。爷，陆老说了，这药凉了就吃了药行了，让属下盯着您趁热喝。陆老说了，刚喝完药不能喝茶，影响药性。陆老说，你烦不烦呢？靠在椅背上，宋清燕合上眸子，运功将体内的药力慢慢逼向4肢百骸。须臾，睁开眼的宋清燕眸中有着明显的诧异，她有些不可置信地再次运转功力尝试了一番，发现原本堵塞的经脉竟有了些许通顺，运功时也不如之前那般疼痛了。喂，怎么了陆老？可是爷的身子有什么问题？是今日这药叫人动手脚了？不应该啊，您煎好了我亲自端来的，也没假旁人的手。陆老没搭理季风的碎碎念，只是紧蹙着眉头继续给宋清燕诊着脉。哎呦，陆老，您可真是急死我了！这有事没事的，您倒是说句话呀！闭嘴！再叨的，老夫毒哑了你！奇呀，奇了！你这脉象明显有了些许好转，经脉堵塞也不如先前那么严重了。你今日可用过什么旁的药？不曾。吃食那些呢？也都是与往日无异的寻常之物。那就奇了怪了，我的药我清楚，只能延缓，无法改善。你体内的毒确实较之先前轻了些，你再好好想想，可有什么特别的？取了宋清燕的几滴血，陆老也没久留，回自己院子里研究去了。小希儿还有哪里是爷没看过的？武这么严实做甚？不要脸！爷对着自己的媳妇儿要脸做甚呢？
难道爷昨儿没让小希儿舒服？舒不舒服？别，明日还得早起回门，而且什么？宁妍希微扬起头，凑在宋清燕耳边轻声说了句什么。宋清燕听后，狠狠在他唇上啄了下，躺下将人搂紧道：睡觉。夫君，我有些事想同你说。你说。我出嫁前，我姨娘将她名下所有的铺子、田庄那些都转到了我名下，作为我的陪嫁。所以呢？我家的事，夫君有听说过些什么吗？我只知道，你姨娘原本才应该是你父亲明媒正娶的正妻。至于为何后来正妻变成了张氏，我猜，无非是因着你外家商人的身份。我外祖父救了祖父一命，才有了这桩婚事。只是我祖母看不上外祖家商贾的身份，借着外祖家遭难上门求庇护的时候，让我娘应下了以妾室身份入府的要求。我外祖父原本是不应的，但我娘自小在家受宠，不忍外祖父与舅舅遭难，还是应下了祖母的要求。这些年我之所以能在府上过得还算可以，无非是伯府所有的开支都是用我姨娘陪嫁铺子赚的银钱在支撑。张氏她一心惦记着我姨娘的那些嫁妆，我那嫡姐虽以妾室的身份入府，但我知道她不会什么都不替嫡姐准备，势必会打我姨娘陪嫁的主意。所以你干脆来了招府邸抽薪。这些年姨娘为了我和恒哥，一直任由伯府趴在她身上吸血，我姨娘为了我们从没有多说过一个字。可即便如此，我知道张氏还是存着要夺了我姨娘嫁妆的念想，我又怎么能让她如愿？想做什么便去做吧，希儿只需要知道，你后头有爷给你撑着，即便捅破了天，爷也能给你补上。夫君，谢谢你。傻丫头，爷是你的夫君，夫妻之间有何好谢的？行了，睡吧。真想谢爷，今日的账先记下，明日双倍还给爷就是。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孙女属实不知，还请祖母明示。希姐儿这2日在侯府可好啊？回祖母的话，孙女在侯府一切都好，夫君待孙女很好，长辈们也都对孙女视如己出。好，好就好，好就好。希姐儿啊，方才是祖母误会了，听见下人乱嚼舌根子，以为你在侯府啊不敬长辈，所以啊对你严厉了些。不过现下这个误会解开了，咱们就不提了。祖母言重了，您是长辈，孙女若有什么做得不周到之处，您训诫自是应该的。只是不知是何人乱嚼着舌根子，明明没有的事儿，若是传扬了出去，难免会连累咱们府上的名声。之前大姐姐就教导孙女儿，像这种被主又乱嚼舌根的奴才，可该拖出去打死了才好。母亲，您不是说要问问希姐关于温姨娘嫁妆的事儿吗？希姐儿啊，你母亲说的这事儿，祖母啊可就要说你2句了。你如今年纪还小，又得操心侯府诸事，你姨娘手里那么多铺子和田庄，你哪里看顾得来呀？而且这些东西往后可都是你姨娘的底气和养老钱呐，你如今全带走了，可想过你姨娘？还有啊，希姐儿，你可曾想过，为何你一个庶出才嫁过去的姑娘，侯府就让你执掌府中中馈？说到底，还不是看在你是伯府女儿的份上。历来女子出嫁，想在夫家过得好，还是得仰仗娘家做靠山。所以呀，你听祖母的，这祖母说的孙女都明白，可孙女不明白的是，咱们府上好不好的干我的陪嫁何事啊？难不成没了姨娘给我的那些陪嫁，咱们府上就好不了了？祖母，
其实今儿个孙女儿借回门之际，也有些话想同您说。希姐儿要同祖母说什么？祖母，孙女儿想同您私下说。映华啊，你去厨房看看，今儿个招待三姑爷的席面准备好了没有？三姑爷忌口的那些，别往桌上放。张氏一走，不用老夫人开口，宁妍希就朝外头喊了一声云兰。门外守着的云兰听见宁妍希唤，进入房中，先是给老夫人见了礼，随后将手中的一本账本递到了宁妍希手中。祖母，孙女带走姨娘的那些个陪嫁，属实也是为了咱们府上好。祖母不妨先看看这账本。祖母，孙女虽然是出嫁女，可孙女到底是姓宁的，是您的亲孙女儿，父亲的亲女儿。您从小教导我们姐儿几个，往后不论嫁去哪儿，都要记得娘家始终是我们的依靠。孙女儿一直牢牢记着，自不会做出对咱们府上不利的事情。往后每月府上花销，孙女儿会按时让人送回来。只是有些丑话，孙女儿也要说在前头。姨娘嫁给了父亲，自然是这宁家的人，花再多的钱在宁家，那都是应该的。可姨娘和张家有什么关系？他们凭什么用我姨娘的银子？这点祖母别劝孙女儿，孙女儿可不愿做那冤大头。姨娘心软好说话，孙女儿是个爱计较的，所以往后除了府上咱们自己人的花销，旁人那是别想从孙女儿这拿走一文钱。祖母，50万两银子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你想想，父亲每月俸禄杂七杂八加起来才多少？咱们家的产业一年到头也就能赚个1万8两银子，张家拿走的，我们要赚多久才能赚回来？孙女说句不该说的，母亲长家，她花在大哥哥身上，花在大姐姐身上，那花再多都是使得的，毕竟他们都姓宁。可如此大手笔贴补娘家的，京中可没有这样长家的主母。祖母，你也知道，我夫君他深得圣上喜爱，父亲在礼部左侍郎的位置上也待了好些年了。孙女带走这些个嫁妆，也是想着有机会的话，让夫君替父亲走动走动。那张尚书虽是父亲的岳丈，可他自己若是升不了官，哪里还顾及得上父亲？而且如果有机会，他难道不会先照顾自己的儿子、孙子？遑论张家还是那么一个大家族，他们族中子弟可不在少数。希姐儿，你是个好的，是祖母误会了。你说的对，张家凭什么用咱们府上的银子？往后啊，只要不是咱们府上的开销，你一律不予理会就是。谁要是敢在你面前说三道四的，你就让他来寻祖母要说法。今个儿叫你们来，是有些事要说。往后这府里每月的开销账册，我都会亲自过目。每个院子里的花销，我会根据实际情况定一个份额。若是不必要的开支超过了的，便从下月的份额中扣。若是必要开支，且支出庞大的，都要由主君亲自过目签章才可。都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我要说的就这个，旁的也没什么。尹华和主君留下，你们几个先回吧。张尹华，你可真是好样的，挪了50几万两银子去你娘家，我倒是不知，这便是你们清贵名门的做派。今日若不是希姐告诉我，你还打算从咱们府上挪多少银子回你娘家？母亲，这银子确实是我挪用了，可也都是为了主君，为了玉哥儿啊。夫君当初升任礼部左侍郎，我父亲他走动关系，总也不能光凭交情吧，不得上下打点一番。还是早前玉哥儿进国子监的名额，后来入礼部，也都得打点一番。那也用不了。夫君，你身在官场，自是应该知道上下打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这有些交情都是逢年过节靠送礼维系着的，这怎么说也是为咱们伯府谋利，总不见得我父亲出人出力还得自掏腰包吧？这50几万两银子，
有多少是走交情的，大家彼此心里都有数。张银华，你是出嫁女，从你踏入我伯府大门那一刻开始，你就是令张氏，往后你死了可不会进你张家的祖坟。过往的我就不追究了，这些年你也确实为这个家操心不少，但以后我不希望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希姐儿的嫁妆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也别让人去找她，否则别怪我不给你当家主母的脸面。个老不死的，又不是花他的银子，他计较个什么劲儿啊？还有温姨娘那对贱人母女，好啊，真是好得很，竟敢背地里给我使绊子，都给我等着！希儿这是在想什么呢？想得这般出神。没什么，就是午后看了些账本，里面有些错漏。我想着母亲应该也是看出来了的，之所以不管，无非是数额不大，要想马儿跑，总要让马儿吃些草。不过什么？我想着看来是多数人的本性，有一就有二，日积月累下来，那些捞油水的就真的只会捞这么一点儿。宋清燕闻言眉峰微挑，府中产业的账被人动了手脚，她自是知道的，只不过她不缺钱，也知道那些钱都进了谁的腰包，她不想管也懒得管而已。但今日宁妍希说起这个，才让宋清燕意识到，以往那些她不在乎的东西本该就是她的，她的也就是她小媳妇儿的，她小媳妇儿的东西怎么能便宜了那些个狗东西？爷的希儿就是聪慧。我和你说正经的呢。母亲自幼是家中娇宠着长大的，嫁入侯府又有祖父祖母替她撑腰，她也不用多花什么心思，下人不敢对她不敬。所以这些年来，母亲管账也就是看个大概，只要不过分，她也懒得管。毕竟就像你说的，要想马儿跑，总得给马儿吃点草。爷呢，有自己的私产，侯府这些东西啊，说真的，爷也不放在眼里。所以那些个动了手脚的账本，爷也只当没看见了。怎么说，他总是祖父的儿子，也只当给祖父颜面了。所以侯府的账是公爹动的手脚？不过以前是以前，现在也有了你，那些个东西就不能便宜了他们。没动过手脚的账本，爷这儿有一份，你若是需要，爷明儿叫季风拿给你。回忆嫁过来就跟公爹对上，会不会不太好？怕什么？你只是做你该做的事，至于后果如何，有爷跟你撑着。你记得，在这侯府，爷只认祖父、祖母和母亲。好，我明白了。那你明日让季风把账本给我吧。正事说完了，那现在希儿是不是该还债了？一番红浪，一夜春意浓浓。我家姑娘着了风寒，这血液是之前夫人赏给我们姨娘的，姨娘特意拿出来给姑娘炖了补身子用的，凭什么你说拿走就拿走？瞧你那小气巴拉的样，不就是一桩燕窝？这不是还有炖着的吗？我家姑娘性子急，等不得，先拿了你的这盅，那盅等炖好了，你拿走就是。普通燕窝跟这血液能一样吗？你这分明就是想占我家姑娘便宜。宝娟姑娘，你甭理她，这燕窝你拿走就是，可不能让二姑娘等着急了。还是你赵婆子懂事儿。放心，姑娘高兴了，少不了你的好。你干什么？说了这燕窝是我家姑娘的，你还想抢不成？哼，莫说只是叫你多等会儿，即便今儿个我抢了，你又能怎么着？若是叫侯爷知道了，这燕窝也只会是我们姑娘的。这般闹哄哄的，干什么呢？见过少夫人，少夫人万安。见过少夫人，少夫人万安。你们不好好做事，都聚在一起做甚？少夫人，求你给我们家姑娘做主。你先起来说话。谢少夫人。
你叫什么名字？发生何事？你说与我听。如若错不在你，我自会为你和你家姑娘做主。奴婢，少夫人，二姑娘还等着奴婢端燕窝回去呢。若是晚了，二姑娘怪罪，奴婢可是担待不起。哼，我倒是不知侯府的规矩竟是如此这般，一个下人也敢当着主子的面颐指气使。云兰，宁妍希轻唤一声，云兰当即上前扇了宝娟一巴掌。啪的一声脆响，不光打在了宝娟的脸上，更是打在了在场所有人的心里。你敢？放肆！主子面前谁允许你自称我的？不敬主子按侯府规矩该如何？回少夫人的话，府中规矩，以下犯上杖10，严重的可发卖出府。那便就杖10吧。怎的？少夫人的话都没听见？少夫人，你不能打我，不然二姑娘不会饶了你的。再加10杖。奴婢名子言，是三姑娘身边侍奉的。三姑娘前几日染了风寒，近2日刚好些，姨娘便命奴婢拿了先前大夫人赏的血燕来炖，想着给三姑娘补身。宝娟来的时候，奴婢正巧去了趟茅房，回来就见她要端走这血燕，奴婢自是不肯，就与她争执了起来。事情可如紫嫣说的这般，你来说，紫嫣所言可属实？回少夫人的话，奴婢方才光顾着忙自己手上的活计，倒是没注意他们说些什么。你撒谎！你方才还让人帮着宝娟拦我来着。紫嫣姑娘，做人可要凭良心，我什么时候让人帮着宝娟姑娘拦你了？你这厨房管事何在？回少夫人的话，管事家中有事回家省亲去了。如今这大厨房都是奴婢在管，奴婢在这侯府也算是老人，所以你就倚老卖老，当着我这个主子的面说瞎话糊弄。赵婆子，你该明白，任你在侯府伺候再久，你终究是仆。哪怕我才嫁进侯府，可我终归是这府里的主子。是，少夫人说的是。赵婆子，我再问你一遍，紫嫣所言可属实？是，奴婢真的。你最好想好了再说。老夫人和婆母既让我掌家，那这府里的事儿以后自就是我说了算。你觉得我今日若是要发卖了你，二姑娘能管得了？是如紫嫣姑娘说的那般。少夫人，板子打完了，人昏过去了，让人把她送回去吧。今儿个的事儿，我不希望再有第二次。我不管你们在侯府做事多久，是不是府里的老人，但凡不规矩的，该打打，该发卖发卖，我不会手下留情。但只要老实本分做事儿的，该讲的也不会少了你们的。都听明白了吗？寂静的书房内落针可闻，几处的管事此时双手交叠垂在身前，微垂着脑袋。他们已经站了差不多快1个时辰了，但少夫人叫他们来又不说话，谁也搞不懂少夫人心里打的是什么算盘。今日叫大家来，是有东西想给几位管事看看。几位管事也都是府上的老人了，我初来乍到，也不想把事都做绝了。你们手中这些个账本意味着什么，我想各位应该都明白。我要求也不高，按照你们先前交上来的账本，把那些没记在上头的还回来，我便给你们一个机会，不再追究。如若不然，各位也别怪我将这些账本交去府衙。届时你们背后的靠山能不能保得住你们，或者说会不会保你们，你们自个儿心中有数。诸位应该都知道我外家是做什么的，若有算不清账需要账房先生的，可以来找我帮忙。还有，我希望你们回去后好好想想，这府里的主子究竟是谁。宁妍希让云兰送了各位管事离开，顺道让他将早就在偏房候着的蒋管家请了过来。奴才见过少夫人，少夫人晚安。蒋管家不必多礼，坐下说话吧。没见上茶。不敢，少夫人抬举了，奴才站着回话就是。蒋管家不必拘谨，我就是刚来，寻思着你在府上伺候这么多年，比较了解侯府的情况，寻你聊聊天而已。坐吧。多谢少夫人。蒋管家在祖父身边伺候多久了？奴才伺候老侯爷已经有20余年了。 20几载了呀。
蒋管家伺候祖父这么多年，想来应当是深得祖父信任的。奴才不才，唯有一颗忠心侍奉主子。蒋管家的忠心自是无人怀疑的。你自幼长于侯府，于你来说，想必侯府也是你的家。我相信你只会希望侯府越来越好。少夫人说的是，奴才生于侯府，长于侯府，自然是希望侯府日益昌盛。既如此，我也就不同蒋管家绕弯子了。府里今年的账本我都查看过了，府中各处管事手上就没有一个是干净的。他们交上来的账本是个什么情况，我清楚。念在他们都是府中伺候的老人了，错漏之处我也都圈出来提醒过他们了。至于那些错漏，那都是属于侯府的东西，日后也都是世子的，该还的还是得还回来的。蒋管家以为呢？回少夫人，是奴才有所怠慢，没能管束好下人，都是奴才的错。少夫人要打要罚，奴才绝无半句怨言。蒋管家言重了，你服侍祖父从无懈怠，想来有时也难免疏漏。不过祖父信任你，将侯府下人交于你总领，他们犯错，你确实难辞其咎。这样吧，各处管事的账上错漏，就由蒋管家负责一一查对核实后补齐，就当将功补过了，如何？云兰，有件事我想问问你的意见。少夫人言重了，有事您说就是。是这样的，原先我想着等先理顺了侯府的事儿，就带你去巡查我名下的铺子和田庄，往后对外那些我打算交给你负责。你学什么都快，这样一来，等你以后出嫁，除了旁的，我再给你2间铺子做嫁妆，你学会了经营，也算给日后生活有个更好的保障。可现如今你也看见了，侯府的情况比伯府更复杂，我身边月牙儿就不提了，没见是个没什么心眼子的。等二房那2个入了府，只怕事儿更多。所以我想问问你，你是更愿意留在我身边伺候，还是去外头替我打理产业？你做了决定，我也方便找人。少夫人，奴婢在宫中侍奉多年，听多了后院的污糟事儿，所以其实奴婢并不是很想成婚，奴婢想留在您的身边伺候您。云兰，谢谢你。少夫人真是折煞奴婢了，有您这么好的主子，何该奴婢谢谢您才是。夫君回来了，可用过午膳了？宁妍希说着话，想从椅子上起身，宋庆燕快走几步，轻按着他的肩膀，让他起到一半的身子又坐了回去。在宫里用了些，也不饿，就是起早了有些困。那夫君回房去睡会儿，等晚上的时候我再叫你。希儿陪爷一起。不了，夫君去睡吧，我还有好些个账本要看，而且今日晨起睡到了日上3竿，去母亲院里请安的时候，瑞姐和陈哥都笑话我了。希儿不在身边，也睡不着啊。希儿，小爷想你了。希儿，也想在书房试试，好不好？书房外，树枝上的鸟儿叽叽喳喳叫得欢快，似是在应和着书房内此时的春意盎然。这边厢，侯府平常各处管事用来议事的厢房中，蒋成坐在上首位上，其余管事则分别坐在他左右两边的下手。你们都看着我做甚？别指望我，我也没法子。这银子肯定是要还的，至于怎么还，你们自个儿想办法。你们贪的那些个银子，我可没有沾过手。话不能这么说吧，若不是你暗示我们往后这府里早晚是侯爷做主，我们也不会乖乖按着侯爷的吩咐行事啊。就是，当初蕊姨娘看上了我那儿大夫人存着的霞光锦，我可是问了你的。你说侯爷即便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这府里的主子总归还是侯爷，我才同意了的。如今这些个都要还上，那霞光锦1000两一匹，我可还不起。你今儿个要是不给我想个法子，我还不出东西，被少夫人送去府衙，
那大不了鱼死网破。好了好了，林管事，你这么说就有些过了啊！我相信蒋总管不会真的不管我们的。蒋总管，是吧？你也不用在这给我耍心眼子，我管你们，我管得着你们吗？这些个东西都是我叫你们贪的，银子进到口袋的时候，你们可问过我了？还有你，我是说过这府里的主子总归还是侯爷，我这话有错吗？侯爷难道不是老侯爷的亲生子，不是这个侯府的主子？你要鱼死网破就破好了，我又没拿你1文钱的好处，你再怎么破也破不到我的头上来。至于你要跟侯爷鱼死网破，你去呀，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落个什么好。对了，还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几个里面你是贪得最厉害的。你听侯爷吩咐办事，难道你没趁机会多捞些好处吗？蒋总管，你也别跟我们生气，你知道我们都是有口无心的，这不也都着着急吗？我们自己贪的那部分，当然我们自己想办法补齐，只是我们头疼的是那大部分。你一向是我们的主心骨，我们也都为你马首是瞻，你就给我们出出主意。我也不是不想帮你们，这事儿啊，其实就2条路可走。哪2条？少夫人此举无非就是要我们认清世子爷往后才是这个侯府的主子，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得为世子爷和少夫人马首是瞻。所以要么咱们表了忠心投了少夫人，除了补齐你们自己贪的那些以外，另外做一本账交给少夫人，言明那些都是侯爷和二房拿走的。至于另外一条路，我想不用我说，你们也该知道，让侯爷和二房把吃进去的都给吐出来，你们自己选吧。你离我远点。夫人辛苦了，喝点水润润嗓子。你无赖，你夫人辛苦，坐着就好，这些为夫替你收拾。爷，人带来了。进来吧。宁妍希以为宋清燕有事要处理，正打算离开，却被他一把攥住了手腕，拉着到书桌后的椅子前落座。不过这一回宋清燕倒是没有再挤着一起坐，而是站在了宁妍希身侧。青衣见过世子，见过少夫人。夫君何意？夫人觉得青衣美吗？世子爷看上的人自然是好的，青衣姑娘很美。夫君想将青衣姑娘安置在何处？我让云兰和梅剑帮着一道去收拾收拾。哼！随即重重地哼了一声，也不说话，径直出了书房。季风，你先带青衣姑娘下去安置吧。云兰，少夫人误会了，属下奴婢是世子爷的下属，世子爷知道少夫人身边缺人使唤，就调了奴婢过来。哼，这样啊，哼。少夫人，青衣善商贾之道，爷名下产业有一部分都是他在打理，也想着少夫人可能需要，所以将青衣调了回来，这是青衣的生气。知道了，你先下去吧。诺。我与世子夫妇一体，世子信任的人，我自是也信任的。你暂且先留在我身边伺候几日，待我腾出手来再安排你做事。是，奴婢遵命。你这是踩着点儿来的，以往到点喝药可没见你这么积极。我倒是忘了，如今你是有媳妇儿的人了，终于知道惜命了，这是好事儿。宋清燕一口气喝了药，放下药碗时，把自己的发现简单跟陆老说了说。这倒是奇了，一会儿我去给你媳妇儿把个脉看看再说。老夫见过少夫人。陆老客气了，不必多礼。宋清燕牵着宁妍希走到书房内的榻前落座，将她一只手放在茶几上，还给她手腕上盖上了方锦帕。奇怪了，
怎的了？可是我身子出了什么问题？少夫人身子健康，并无什么问题。我这病因经脉不畅而引起，可我发现每与你同房之后，经脉不畅的现象便会有所改善，所以陆老来给你把把脉，看看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经脉不畅，同房能治？宁妍希觉得宋清燕这话怎么那么不可信呢？你这是什么眼神呢？我可没骗你。母亲，你是来看我的吗？母亲是有些事要同你祖母说，但母亲也确实想我们陈哥了。晚上陈哥去母亲院中用晚膳可好？母亲，我知道我很可爱，可你能不能不要一看见我就这么不矜持？你是姑娘家，不可以动不动就亲男孩子的。人小鬼大的，去玩吧。祖母啊和你母亲有事要说。母亲，我晚上想吃糖醋肉，你记得让厨房给我做哦。好，母亲记得了，去玩吧。这是水爷呐新研究出来的点心，里面啊有流心的糖浆，我嫌太甜不喜欢，你尝尝看，若是喜欢呢，往后想吃了就让水爷给你做，如何？好吃，儿媳喜甜食，这点心倒是合我的口味。你喜欢就好，以后想吃了就让人来传个话，我让水爷呢给你做。多谢母亲，就是要劳烦水妍姑娘了。少夫人折煞奴婢了，您喜欢吃奴婢做的点心是奴婢的福分。母亲，您先看看这些。她一页页的翻看得很快，所以看完一本账本也没花多少时间。至于剩下的账本，侯夫人没再看，而是看了看木匣子里的东西。等到看完那些管事的供述书，侯夫人重重的一巴掌拍在了茶几上。哎呀，吓到你了吧？我就是一时火大，不是冲你的。儿媳知道的，气大伤身，母亲何必为有些不值当的事儿气坏了自个身子？儿媳给母亲看这些，只是想母亲心里有个数，也是想问问您的意见，这事儿母亲想如何处理？我倒是没想到，我身边竟也养出了条白眼狼。这宫中的财产虽说是侯府的，可里面也有着我儿的一份，当然得叫他们吐出来。至于我的那些东西就更别提了，他方蕊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动我的东西？吴嬷嬷，你去外院给我把张彪叫来，让他带上咱们的人去二房，把方蕊那个贱人给本夫人绑过来。对了，还有胡管事也一并。母亲，您先别急，东西自然是要拿回来的，胡管事也必定要处置了，只是让您的护卫进后院对女眷动手，届时有理说不得，我们也变成了无理的那一方。依儿媳的拙见，不如母亲将这些东西都拿去给祖父祖母过目，无论他们如何处置，公爹也挑不出您的错来。我怕他，本来就是他的错。是公爹的错，可公爹毕竟是侯府如今的当家人，咱们何必明面上让他下不来台？这对母亲对夫君并无好处。夫君才华斐然，现在只是为身子所累，依着圣上对夫君的喜爱，若日后夫君身子康复了，圣上想来还是要重用夫君的。公爹再有千万个不是，一顶孝道的帽子压下来，就能让夫君为言官所指。圣上都信奉以孝治天下，咱们何必平白送了个议论的把柄给旁人手中？祖父和祖母都是明事理的，他们疼爱母亲，也疼爱夫君。这事交给祖父和祖母处理最为妥当，既全了公爹的脸面，也能让他知道二房背地里瞒着他都做了些什么。这头一回或许蕊姨娘能三言两语的糊弄了过去，可有一就有二，天长日久的，总能让公爹看明白失望的一天。你说的对，我听你的。回来了。你倒是能耐，他祖父祖母当枪使。我这都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我若跟公爹直接对上，少不得你也得跟公爹对上，届时他又得拿你不孝不敬长辈说话。切，爷又不在乎。是，你是不在乎，可何必呢？传出去了，总归伤的是你自个儿的名声。你就算不替自己考虑，
就不能替我想想？你我夫妇一体，你名声不好，我名声又能好到哪儿去？此事交由祖父祖母出面，是我能想出的最为妥帖的法子了。同样一个孝子压在头上，公爹也寻不了咱们的麻烦，说不得还能让他和二房起些个局语，不好吗？一个小狐狸啊！好自然是好，只是祖父祖母年纪大了，我不想他们为这些个杂事多劳心。我醒得的，这次的事儿解决了，有那些个管事的供书书在手，我也相当于握住了他们的把柄。往后他们老实了，这府里的事儿自然就顺了，也不会再劳烦祖父祖母了。只是再过几日，二房那2个就要入府了。你怕他们？他们可不是你的对手，且的小细儿狡猾得很，他们只有挨打的份儿。你别跟我瞎扯别的，我跟你说正经的呢。他们入了府，这府里怕是得没个消停。对于二房，你究竟是如何打算的？二房的人是死是活跟爷没关系，他们若是惹到了你，你该怎么治就怎么治。细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爷娶你是想让你跟着爷享福的，可不是娶你回来受气的。夫君话倒是说得好听，还享福，就你们侯府这个烂摊子。跪下！父亲，您让儿子跪，这总该让儿子知道错在哪儿吧？你自个儿好好看看，你是当家人，不是做贼的。你有什么花销，不能正大光明的走账，要学些个后院妇人上不得台面的手段，造假账偷拿。儿子知错了。这些个银子东西你都花哪儿去了？我这些个银子和东西，你还在手里的，都给我还回来。花出去的，我也会给你记下一笔。日后等我死了，这个家是一定会散的。我会写进遗嘱里，分家的时候都算在里头。你自己也记上一笔，别到时候又说我偏心，让我做了鬼都不能安生。父亲，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您必定是会长命百岁的。哼，长命百岁？老子我早晚被你个不孝子给气死，还长命百岁？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账房的胡管事我已经处置发卖了。至于你那个心肝宝贝的姨娘，拿走静儿的东西，让她原封不动给我还回来。我给她3日时间，少一样我就做主发卖了她。我要说的说完了，你滚吧。娘，我想要珍宝阁那套新出的珍珠头面吗？凭什么宋时瑞有的我没有？我不管，我就要那套头面。娘，你就给我买嘛。你就不能消停点儿？成天就知道买这买那，我哪儿来那么多银子？娘，你没有，爹爹有呀。爹爹最疼我们了，你去跟爹说说嘛。瑞姨娘扶了扶额，摆摆手道：最近大房那小贱人刚涨价，你给我安分点儿，想要什么也等过了这阵子再说。娘，她算个什么东西？不过就是伯父不受宠的庶女，能嫁到咱们府里就该谢天谢地了，居然还敢拿着鸡毛当令箭。还有3妹妹个小贱蹄子，不过就是一碗燕窝，也值得她那么小气。娘，我不管，这口气你早晚得给我出了。你侯爷晚安。主君来了，我让张嬷嬷炖了乳鸽汤，主君先喝上一碗。爹爹辛苦，先喝杯茶润润嗓。于姐儿乖了，你先下去吧，爹爹有话同你姨娘说。妾真是万死难辞其咎了。
妾知道侯爷待我们母子三人很好，官场上的事儿妾不懂。安哥平日里交际花销多，妾也想让叔姐出去的时候体面些，往后好嫁个好郎婿。那些个铺子田庄的收益实在不够花，侯爷平日里辛苦，妾也不想为了这些个琐事让侯爷多操心。妾想着大夫人是这侯府的主母，也是安哥和舒姐儿的母亲，她的东西拿点出来给安哥和舒姐儿，不也是应该的吗？妾知道妾出自小门小户，没有大夫人那样显赫的出身，也不及大夫人目光长远，可妾所作所为也只是一心为着安哥，为着咱们侯府的呀。何静作为侯府的主母，她的东西拿些给孩子们花又怎么了？安哥和于姐儿难道不唤她一声母亲？越想越觉得何静就是小气的威远侯，起身将蕊姨娘扶了起来，搂在怀里轻拍安抚。好啦好啦，是我话说重了，你缺银子同我说就是，以后再不可擅作主张，明白了吗？晚些我让蒋磊取1000两给你，你先用着，但大夫人的那些东西你得还回来。主君，妾你用掉的还不出来的也得拿银子补齐了。父亲说了，若3日内还不上，他就做主罚卖了你。月儿的字啊，写的是越发的好了，倒是隐隐可见你自个儿的风骨在里头。不错。都是母亲教的好。明日你就要嫁去侯府了，往后没了娘在你身边，也不知道我的月儿会不会吃苦啊。娘，你就放心吧，清安哥哥疼我，以后我会常回来看你的。娘跟你说的那些，你可都记牢了？记住了。娘，你就放心吧，我又不傻。你别光嘴上记得，心里多长个心眼子。三姐既然敢将温姨娘那些个陪嫁都转到自己名下，还能让老夫人和你父亲不再追究，恐怕呀，以往的温顺乖巧也都是装出来的。他这般有心眼，你多防着些，别到时候被他卖了还不知道。好了娘，我记得了，我会防着他的。难不成我还收拾不了他？到时候就让文清儿和他斗去，我只管按娘说的，早日给清安哥哥诞下长子。等清安哥哥继承了侯府，我成了名正言顺的侯府夫人，再让清安哥哥给娘请封个诰命，咱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你自个儿有数便好，不必争那一时的长短。原先三姐定下的侯府世子的时候，我是想给他喝了绝子药的，可他带了太后身边的云兰回来，我生怕出什么意外，就没敢在咱们府里动手。这里头是我后来花高价寻来的药粉，无色无味，只要一丁点就能让女子不孕。等你明日嫁去了侯府，你寻个机会让那文家姑娘和你三妹妹都喝了，届时她们生不出孩子，你若一举得男，在侯府地位也就更稳当了。宋清燕坐在床沿，瞧着宁妍希这呈大字形趴着不拘小节的模样，只觉欢喜。修长的手指戳了戳宁妍希那白皙又富有弹性的脸颊，宋清燕小声嘟囔了句：小木头，你什么时候能开窍啊？别闹，我好困啊。喜儿还没洗漱呢，洗漱了再睡。不洗了，好累啊，明儿再洗。宋清燕起身，一个打横抱起宁妍希，宁妍希下意识的反应，双手搂上了他的脖子。夫君，不洗了，我真的好累了。乖，夫君给你洗。放心，不折腾你，就简单给你清洗一下，身上清爽了，你也睡得更舒服。这边厢，宋清安今日喝了不少的酒，在下人的搀扶下来到了喜房。
宋清安，你来干什么？谁让你进来的？你给我滚出去！我让你滚，你没听见吗？滚？你让谁滚呢？这里是威远侯府，这是我的房间，你凭什么让我滚呢？宋清安，你敢打我，我明日就回娘家，你以为我愿意嫁过来？少他妈用回娘家这招来吓我！你敢回，我就敢休了你！我倒是要看看，一个被我破了身子的下堂妇，谁还要你？你不是喜欢宋清燕吗？你不是非她不嫁吗？你也不照照镜子，一把年纪了，还当自己是刚及笄的小姑娘吗？你就连永平伯府一个庶出的都比不上，人家好歹人长得美还嫩，你有什么？宋清安发泄过后，上头的酒意也跟着醒了几分。看着如破布般眼底毫无生气的文清儿，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的他，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可眼下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整理好身上的衣袍，宋清安脚步有些踉跄着跑出了喜房。奴婢见过二公子。清安哥哥，夫君既然这般勉强，那去夫人房中便是，还来寻妾做什么？月儿乖，我心里只有你，你是知道的。我只是方才一时酒意上头了，又被文清儿那个贱妇刺激了一下，我就没忍住，我对她动了手，我现下不知道该如何了。夫君是怕文清儿将此事闹开来，惹了文尚书和怀王爷不快。月儿聪慧，你也知道，我愿意娶文清儿，无非是想借着文尚书和怀王的事。妾明白的，只是妾不明白，不过是打了文清儿一顿，夫君又有何好担忧的？夫君你想啊，文清儿是什么性子，文尚书会不知？他若回府告状，你就由着他便是。夫君大可说文清儿不守妇道，新婚夜口口声声说自己喜欢的只有宋清燕，不愿与你同房，还对你言语羞辱。你不过是一时喝多了不忿，这才动了手。这事儿传出去，旁人也只会说文清儿的不是，文家理亏。为了文清儿往后在咱们府里的日子好过些，文尚书也只会帮扶着夫君，不会为难于你的。除非文家想要个失了清白，名声尽毁，还刚成婚就被休的女儿。爷的月儿堪称智囊也。夫君，今日你我洞房花烛，你还在等什么？昨夜我喝醉了，一时冲动，你别往心里去。我就是有些吃兄长的醋了，毕竟没人会接受自己的新婚妻子心里有旁的男人。宋清安，你喝醉了一时冲动我信，可你说你吃醋，你自己信吗？我不是傻子，你为什么娶我，我心知肚明，你也心里清楚。昨日的事我不与你计较，你也犯不着说些有的没的来恶心我。不过只此一次，你再敢对我动手，哪怕和你拼个鱼死网破，我也在所不惜。我们之间做对有名无实的夫妻就好，反正你还有你的月儿不是吗？想来你也不会愿意来我这儿寻不自在。不想让我碰你，那你想让谁碰？宋清燕吗？不用你管。不用我管可以，不碰你也行，但是你想让爷做这个绿毛王八，总要给了足够的好处不是？你想要什么？我知道你父亲想往户部塞人，巧了，我也想进户部。若是这事儿你替我办成了，你想要的，我也不是不能帮你。这可是你说的，若我帮你进了户部，你打算怎么帮我？那也得等我先进了户部再说。行，这事我答应你，明日回门我会跟父亲说，但你最好也别忘了你答应我的。放心吧，只要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你就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敬茶结束，宋清燕一刻都不愿多待的牵着宁妍希的手离开了望寿轩，实在是文清儿那眼神让她觉得反胃的紧，她怕自己再多待一刻，就想让人动手剜了她的眼睛去。你以后离宋清安远点。嗯，狗东西瞧你的眼神不对，
也担心他对你使坏。夫君放心吧，我平日里去哪儿都把月牙带在身边的。就宋清安这样的，月牙能一拳把他打飞了去，他近不了我的身的。男人更了解男人，之前宋清安看宁妍希的眼神就像在看待猎物一样，所以宋清燕想了想，还是觉得不放心，寻思着还是得调个暗卫到宁妍希身边。夫君，你自己也注意着点儿。先前长乐郡主就提醒过我，文清儿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方才我瞧见他看着你的眼神，可不像是会消停的，你可别被他再算计了。希儿只是担心爷啊，吃醋了。我自然是担心夫君的，他不在乎自己的名声，我管不着，可我不能让他连累了夫君你的名声。至于夫君说的吃醋，我为什么要吃醋？夫君你又不喜欢文清儿。那若是我喜欢文清儿，你就会吃醋了？夫君往后总归是要纳妾的，我若喜欢吃醋，那岂不是惹夫君厌烦？作为正妻，该有的容忍度量我还是有的，夫君也不必总试探我，只要对方不无理取闹惹是生非，我也是愿意和他们和平相处的。啊，怎么又生气了？真是难伺候。你就是个小木头。罢了罢了，爷跟你这个小木头置什么气呀？气死了你也不开窍。郡主万安。行啦，安啦安啦，你快过来坐，快尝尝，这是丁丁新研究出来的，酸酸甜甜的，很好喝，还带着一股子奶味儿。我问他，小妮子还不肯告诉我里头放了什么，还说这是他的什么独家秘方。你说气人不气人？奴婢不给您说为什么，主子您自个儿心里没数吗？还不是主子您耳根子软又大方，奴婢还不是为了咱们铺子里的生意，为了主子您倒还怨怪起奴婢了。好了好了，我就是随口唠叨一句，哪里能真怪我的小财神爷？确实不错，很好喝。郡主的铺子离侯府也不算远，以后啊，我有口福了。宁妍希笑说着放下茶杯。我记得郡主不是没给文清儿下帖子吗？我方才过来，怎么瞧见她在隔壁坐着呢？我想着你答应了我要来，就一定不会爽约。哼，就他对宋清燕那股疯劲儿，我就怕他对你使坏，如何会对他下帖子？还不是我那大表嫂，她说想凑个热闹，我能怎么办？只能给了他张帖子。谁知道他把帖子给了文清儿啊！来都来了，我又不能不让他进。酸死了！哎，我听说文清儿不能生孩子了，到底怎么回事？郡主如何知晓的？我们府上公爹发了话，下人里若谁把这事传出去，就直接发办了去。哼，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谁先传出来的不知道。不过小兰跟大表嫂请了太医去文府出诊，脱不开关系。说不定就是文府的下人嘴不严传出了风声，反正我是刚才更衣的时候听见旁人私下里议论才知晓的。说说嘛，怎么回事？你放心，我不会同别人说的。其实也没什么，他本就不喜宋清安，又如何会愿意给他生孩子？他对自己那么狠的吗？就为了不给宋清安生孩子，那大表嫂还给他请太医做事？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只是不慎喝多了药量。郡主快来，新开局了。好，等我马上来。宁三姑娘啊，不对，如今该称呼您世子夫人了。齐姑娘若是不嫌弃，也可唤我妍希。行啊，那我唤你妍希，你也别齐姑娘的了，叫我飞羽吧。好，飞羽。怎么样，比一场？我不会。没关系，我教你，这个很简单的。啊，你这人怎么走路的？对不起，奴婢忽然肚子疼，着急去更衣没看路，冲撞了贵人，还请贵人恕罪。起来吧，以后小心这些就是。是，多谢贵人。怎的了？可是丢了什么？没有，走吧。让开，快让开！我的马失控了！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呀？妍希，齐飞羽。但好在他很快回过神，抱着宁妍希就地一滚，直接避开了那冲过来的马儿。月牙儿也不会骑马，但因着一股子蛮劲儿，愣是攥着缰绳，逼得风马高扬起了前蹄，不停的嘶鸣。
贱人，这样都没能要了他的命。抱歉啊，妍希，我没想到会出意外，场内就没安排护卫，差点害了你。郡主言重了，这事是意外，谁都不想的。更何况我不是没事吗？倒是仁儿姑娘恐是受了不小的惊吓。郡主要不先去看看她？那我先去看看她，一会儿再来找你。奴婢请少夫人降罪。云兰，你这是做甚？奴婢不该离开少夫人身边的，害得少夫人险些遇险，这是奴婢的失职。我倒是庆幸你不在。再说你又不是去玩丢下我，人食五谷杂粮，难不成我还不让你？云兰，去把我刚换下来的衣裳拿来。少夫人是怀疑这事儿不是意外。你闻闻看，这衣裳上可有什么旁的味道？奴婢没闻出什么特别的，就只有衣裳原本的熏香。怎的了？这衣裳有问题，有人想害少夫人你，我要打死他。月牙不气，等找出了坏人，我就把他交给你，你替我狠狠揍他一顿。坐在回城的马车上，宁妍希心里寻思着该怎么收拾文清儿。之前那一月，除了打理侯府内务，宁妍希多数心思都放在了自己外面的铺子和针对张家生意的计划上。宁妍月和文清儿都没主动来他跟前蹦跶过，他也就暂时没顾得上他们。现下既然文清儿主动对他出手了，他也不想再放个随时随地会咬上他一口的豺狼在身边。只是这惬意的时光不过片刻，骤然间伴随着一声马儿的嘶鸣，马车一个急刹停了下来。宁妍希一时不慎，额头磕在了马车壁上。少夫人不怕，月牙在。别怕，咱们有月牙，还有府中的几个护卫跟车，不会有事的。车外刀剑相撞的声音不断传入耳中，宁妍希垂在身侧的手紧紧握着一把匕首，这是宋清燕一直放在马车暗格中的。宁妍希也是忽然想起才拿了出来，她心里想着，今日就算是死，她起码死前也要拉个垫背的。紧张的气氛下，陡然掀起的马车车帘让宁妍希和云兰都不自觉地瞳孔骤缩了一瞬。少夫人快出来！宁妍希和云兰也来不及问什么，月牙总不会害他们，两人一言相继出了马车。下了马车的宁妍希才注意到，侯府的那些护卫和匪贼站在了一处，很明显的，他带的护卫与那些匪贼对战的相当吃力。这里交给我们应付，阿广，你去护着少夫人。少夫人，咱们进林子。屋漏偏逢连夜雨，宁妍希几人才进林子没多久，原本好好的天突然打起雷，紧跟着如豆大的雨滴开始一滴滴砸落，顷刻间一场倾盆大雨落了下来。少夫人，是属下无能了，还请您稍微忍一忍。咱们的信号先前发出去了，想必如今的世子爷正带人赶过来。无妨，我忍得住，旁人有心算计，也怪不得你们。这边厢出了城的官道上，以宋清燕为首的一行人驾马飞驰。下马进了林子，宋清燕和季风等人一边搜寻，一边时刻留意着阿广给他们留下的记号。爷，这儿找到了吗？我这儿没有，我这儿也没有。行了，不找了，先撤。少夫人，咱们的人来了。宁妍希闻言点点头，一直提着的心总算落回了肚子里。可能是因为紧绷的心弦骤然放松，宁妍希眼前一黑，随后便没了意识。哎，先把药喝了。我想先喝点水。云兰和月牙没事吧？那些护卫怎么样了？宋清燕放下了药丸，拖鞋上了床榻，将人搂在怀里，开口道：云兰跟你一样发了热，我让梅见去照顾了。月牙没事，那几个护卫重伤，但性命无忧，你就放心吧。还操心别人呢，自己都刚醒过来，也都差点被你吓死。让夫君担心了，今日的事。夫人还没回来，招引还有几天到。季颖早前已经让人去接替招引了，算算时间，明后日便也到了。哦，你可还记得那广陵知州？这事儿等爷跟夫人商量了再说。走，
去接夫人回府。爷这身衣裳如何？这颜色是不是素了点？爷您穿什么？是素了点。希儿喜欢爷穿亮眼一点的衣裳。应该是自从他家爷娶了少夫人后，就一直保持着如今这开屏的状态。你要出去？去哪儿啊？爷要去伯府接少夫人。若是老夫没记错，少夫人也就离府才1个时辰不到的功夫吧。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爷对少夫人是一刻不见如隔三秋。你就真的半点不为你兄长考虑？三丫头，你要知道，往后这伯府终归是你兄长继承的，你姨娘也始终是要在伯府生活的。祖母这话，孙女倒是听不明白了，是不是说这银子我不给，兄长往后继承了伯府，就打算苛待我姨娘？若是如此，那父亲与姨娘不如早些和离，姨娘归家，或是我另外给她置办个宅子，都是可以的，就不劳往后兄长费心了。我夫君疼我，侯府长辈亦然，哪怕我姨娘和离，旁人也不敢来我面前说三道四。不过姨娘一旦同父亲和离，那日后我倒是也不便再帮衬家里了。毕竟出嫁从夫，我的陪嫁又都是姨娘的嫁妆，原本和离女子就该带走嫁妆，我又如何能再拿那些嫁妆来补贴娘家？三丫头，你误会了，祖母不是那个意思。祖母是想说，你姨娘总归是要在伯府生活的，你兄长好了，伯府就能好，伯府好了，享福的不还是你姨娘吗？原是孙女误会祖母了，孙女也是一时护母心切，说错了话，还请祖母原谅则个。你这孩子，瞧你说的，自小到大你就最是孝顺懂事，祖母还能为这么点小误会跟你真生气不成？咱们呢可是亲祖孙。祖母说的是孙女着相了。希姐啊，你兄长这次继承的机会来之不易，那些银子就当是父亲同你借的，来日等府上宽裕了，再还给你就是了。瞧父亲您这话说的，咱们父女之间和他一个借字，这不是平白伤了我们父女间的感情吗？希姐说的是，拿着银子。父亲和祖母若是不信，女儿也不是不可以把账本送来给你们瞧瞧，而且父亲也可以问问母亲，如今的生意是真不好做，想必母亲心里也是有些数的。女儿听到了些风声，母亲娘家的铺子这次可亏损了不老少一笔银子，估摸着得有个将近5万两了吧，可见这京城生意有多难做了。父亲祖母，其实孙女儿倒觉得这事儿你们也不必过于忧心，兄长本就在礼部任职员外郎，往日里又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就兄长的表现，不过是一个礼部郎中，他当之无愧。遑论礼部尚书张大人还是兄长的亲外祖，难不成就因为几万两银子就不顾自己外孙的仕途了？母亲还是闺阁女儿的时候就颇为受宠，兄长的仕途想来只要母亲一句话定能解决。希姐儿，话不是这么说，这朝堂上的事儿，你一个姑娘家的哪里会懂？这5万两可不是你张家外祖父要的。虽说你兄长，女儿确实不懂朝堂上的事儿，不过无妨，女儿可以回去问问世子爷，他想来是懂的。如今京城里生意不好做，三丫头又管着侯府，还要管着咱们伯府的花销，也确实足够了。他说的也没错，玉哥可是亲家老爷的亲外孙，难不成就因为几万两银子不给，他就不给玉哥这继承的机会了？那我倒是要去张家问问了，当初那50几万两银子他都送哪儿去了？主君，老夫人，三姑爷来了，说是特意来接三姑娘的，此刻正在前厅。母亲，儿子先去前厅。去吧，问问三姑爷可有空闲，若是得空，不妨和三丫头一起留在府里，用了午膳再回。儿子醒他了。三姑爷对三姑娘可真是放在了心窝子上，瞧着是一刻都离不得了呢。
三姑娘过得好，老太太您呐也能彻底宽心了。是呀，原以为三姑爷的性子不会是个好相与的，倒是没想到是个疼媳妇儿的。三丫头过得好啊，老婆子我如今也确实是可以放心了。不过最主要能嫁得这么一个如意郎君，还是三丫头的福气。祖母，瞧您这话说的，她才不是孙女的福气呢，孙女的福气是有您这么好的祖母。哦，瞧瞧这小嘴甜的，三姑爷怕不就是这么被你哄得一愣一愣的吧？母亲，我先去前厅瞧瞧，三姑爷若是要留饭，我去盯着些厨房，多备些三姑爷爱吃的。去吧。老太太，喝口茶润润嗓吧，您都说了好一会儿话了。奴婢瞧着老太太心里有事儿，可是与三姑娘有关。哎，你看出来了，往日里倒是我瞧走了眼，以为这丫头是个好拿捏的，哪怕之前她带走了她姨娘的陪嫁，后来又给出了解释，我依然觉得只要拿捏住了温姨娘，这丫头就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可她今日一番话倒是叫我清醒了。不说她如今已经出嫁得世子看重，背后有了夫家撑腰，单说她手里头那些个产业，就拿捏的咱们府里死死的。是，咱们固然是可以拿温姨娘要挟她，但真逼急了她断了给咱们府上的银钱，再刻意打压咱们府里的产业，怕是伯府维系不了多久。老夫人，奴婢倒是有些不同的看法，只是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自打我年少时就伺候我，在我心里，比起主君地位，你也是不遑多让的，何谈当不当讲？有话你直说就是。奴婢以为不是老夫人您看走了眼，是三姑娘装得实在是太好。她如今这运筹帷幄的模样，怕不是她最真实的性子。但三姑娘这人孝顺却不是装的，至少对温姨娘她是真孝顺，所以只要温姨娘在咱们府上一日，她就不会真不管伯府。所以奴婢以为老夫人不妨待温姨娘好些。奴婢再说句僭越的话，大哥是您的亲孙子不假，可这三哥也是您的亲孙子。你是说？奴婢倒是觉得三姑娘往后会比大姑娘有福气。大姐姐这是准备过河拆桥吗？什么叫以后不许我再动宁妍希这个贱人？凭什么？还有青燕哥哥，他是疯了吗？为了这么个贱人，不惜与怀王府作对。主子，奴婢倒是觉得世子爷那么做，不见得就是为了宁妍希那个贱人。哦，主子你想宁妍希不管是过去的身份如何低贱，如今这怎么说也占着个世子夫人的名头。这男人都好面子，自己妻子险些个没了命，世子爷不做些什么，那也说不过去啊。你是说青燕哥哥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我就说嘛，青燕哥哥怎么可能为了宁妍希这个贱人和怀王姐夫作对？原来是觉得被下了面子啊。马车在威远侯府门口停下的那一刻，文清儿已经自己把自己劝慰好了，只是他才不会听他大姐姐的，不让他动宁妍希那是不可能的。主子您瞧，世子爷的马车，您和世子还真是有缘呢，出个门回府都能碰见呢。我脸上妆容如何？今日这衣裙，也不知道青燕哥哥会不会觉得素雅了些。主子眉眼如画，美着呢。世子爷素来喜欢素雅的颜色，往日里着装也都偏素雅。主子，您今儿个这一身，定能叫世子眼前一亮呢。握住宁妍希的手，宋青燕上前一步，直接将人从车上抱到了怀里。夫君，你快放我下来，府门口这般成何体统？爷抱自己媳妇儿，
何来的不成体统？更何况下着雨，夫人风寒刚愈，万一再施了邪袜染了风寒，也可是要心疼的。夫君真好，那便劳烦夫君啦。贱人，贱人！啊！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为什么？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了？青叶哥哥为什么就是看不到我的好？宁妍希除了一张狐妹子脸，他还有什么？贱人，不知廉耻！青天白日就勾搭男人，不要脸！主子喝口茶润润嗓。世子爷想来只是被那狐妹子一时迷了心智，等世子爷知道她就是个水性杨花的贱人之后啊，肯定会想起主子您的好的。会吗？会的。其实奴婢倒是有个法子。什么法子？奴婢那日出府采买，回来的时候瞧见姑爷躲在假山后偷看的狐妹子。若是新月阁那位知道了，主子以为如何？对啊，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宁颜月本就不喜欢他这个庶妹，让他去收拾他，不是更好？也省得脏了我的手，惹青燕哥哥不快。主子英明。不过宁颜月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这没有证据的事儿，说了他也只怕是不信的。更何况他现下怀着身孕，宋清安那个狗东西最是会花言巧语，只怕三言两语就会被他搪塞过去。那若是捉奸在床呢？少夫人，青衣姑娘来了，在院外求见。让她先去书房候着吧。诺。夫人神机妙算，伯府的人昨日在您离去后去了几间牙行问询，奴婢派去跟着的人也打探清楚了，估价最高的一间牙行给出的价格是27000两。跟我料想的差不多，让人继续守着，若是牙行挂了牌，就让我们的人去买下来。是，不过怎的了？有什么想说的直说就是。奴婢僭越，想问问那间铺子少夫人买下后可有规划？暂时还没有，你可是有什么提议？奴婢有一个义妹刚来京城，想寻个活计，她有个祖传的手艺，擅长调制各种药香。奴婢寻思着，京城一般的香料铺子里没有这种药香，算是独一份的，且少夫人名下也没有售卖此类香料的铺子。若是少夫人没有旁的规划，奴婢觉得少夫人不妨考虑考虑。举先不必轻，奴婢是真心觉得这药香往后必然在京城能卖得好。今日奴婢也带了些过来，少夫人可以先试用一下。这香看着确实不错。这样吧，若是铺子买了下来，就先让你那义妹试试。若是3月时间每月都盈利可观，我便提了她做铺子掌柜的。相反的，若是这3月里出不了什么成绩，那这铺子还是得收回来另做他用。奴婢明白，奴婢替义妹先行谢过少夫人。消息传出去了。这个时候观澜院那位应该已经知晓了。你说什么？宁妍希遇喜了？这不可能，青燕哥哥不是身体不好吗？宁妍希怎么可能怀得上孩子？世子爷身子不好，可也不是不能生，那狐妹子整日勾搭着世子爷，倒也不是不可能。更何况啊，这可是奴婢亲耳听见大少夫人身边的丫鬟说的。她怎么可以怀青燕哥哥的孩子？她凭什么？她配吗？不行，我一定不能让这个孩子生下来。青燕哥哥的孩子只能是我生的，对，不能让他生下这个孩子。你去，马上就去，给我买双倍剂量的落胎药回来。哎呀，主子莫急，奴婢知道您不愿意让少夫人生下孩子，只是这事儿何必咱们自己动手呢？你是说新月阁那位可是一直惦记着这侯府的爵位的，他不比您着急吗？这要真让少夫人生下嫡子，那这侯府的爵位可就碍不着他什么事儿了。走，咱们去新月阁。